生前我被庶妹活生生的钉死在棺木中，我本是户部尚书之女，父亲为了帮太子对付燕莽，利用庶妹将我做成活人煞，我带着滔天恨意含恨而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召唤了地府判官，请求他为我报仇。王爷，小人奉命将我家大小姐与二小姐送来，请王爷提正门。这一口棺材一个花轿，到底是冲喜还是催命？这东宫对本王恩宠还真是明眼啊！大胆，东宫赐婚，你们尚书府居然敢抬一口棺材来，存心想咒我家王爷死吗？尚书府居然不敢。初闻此婚，我家大小姐惊喜过度，喜剧而亡。我家大人正是因为看中王爷，想着两位小姐助位入门，也算是王府的人，生事都该由王爷做主，这才将这口喜棺一并送来。岂有此理！就没听说过谁家嫁女儿嫁个死人过来。突然，萧晨燕一声重咳，脸色发青，双目紧闭。旁边的亲卫立刻上前抬进了府，独留送亲的队伍。而一旁有位男人焦急道：“先把新娘子抬进来吧，到底是东宫赐婚，王爷这演技，京中名角乔健也得叫声祖师父啊！”少说废话，消息不假，那口棺材哪怕没打开，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凶气。云后行这老狗，为了巴结太子，不惜搭上女儿的命，真够豁得出去的。两个新娘，一死一活，我估计活着那个今夜也会有行动。毕竟活人煞这玩意，须得血亲亲自下手，对方含怨而后，再由那下手之人的血点燃怨气，招来百鬼。司徒庸医，你行不行啊？能不能解决掉那些脏东西？可别和你的医术一样，半壶水响叮当。瞧不起谁呢？要不是我这玄医仔，你家王爷这么多年，还能拖着一身寒症上马杀敌？少聒噪，一切按计划行事。是，那云玉娇所在的听学院已被团团围住，棺材那边也有人盯着。时辰一到，咱就抓个现行。生前我被父亲和庶妹做成活人煞，却没想到我从棺材中活着出来，将那害我之人拉入地狱。不好，情况不对，鬼气怎会都冲这边来了？王爷，棺材里的尸体不见了。前去看看。滚出去！从我身上滚出去！啊，好脏，好多脏东西！去死，都去死！哎呦，可算来了，子时到的也太快了。终于见面了啊，王爷！燕王府的人就是这么对自家王妃的。跪下！一身血气，天有阴风入骨，煞气破命，难怪他的对头要搞什么活人煞杀他。不过这身煞气倒是对我来说是大补。你到底是人是鬼啊？我是人是鬼，王爷你觉得呢？就在这时，萧晨燕抓住了他的手，感受到他脉搏的跳动，但眼中的审视却未减丝毫。看来是相府弄错了，王妃原来还活着。是啊，新婚之夜，杀了多不吉利，白事变喜事，王爷开心吗？开心。这么开心，不如接着洞房。此话一出，王府众人险些噎住。本王倒是好奇，王妃是怎么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哼，王爷好歹怜香惜玉些啊，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不是妹妹吗？尚书府嫁女，一生一死，现在我活着，死着嫁进来的，自然就是我妹妹了。鬼话连篇。鬼话还是人话，有用不就成了？说起来，王爷还该感谢我呢。瞧见那昏过去的妖道了吗？这人啊，想在王府施法害人，结果自作自受。王爷可要把人带下去好好审查才是。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我妹妹诈尸从棺材里爬里出来了，可怕可怕！王妃可真是给了本王好大一个惊喜。惊喜收到了，王爷是不是该回典礼给我？王妃想要什么回礼？春宵一刻值千金，就拿着千金当回礼呗。王妃之邀，本王自当奉陪。我倒要看看你是人是鬼。我受惊过度，走不动路了，劳烦王爷抱我回房。王爷瞧着也不像重伤快死的样子，总不会抱不动我吧？我乃地府判官，注定了永生永世属于地府，但我贪恋人间的亲情，再次重回人间，想找到上辈子父母和兄长的魂魄。你拉着我干嘛？你是庸医，说好的万无一失呢？那云清雾肯定不是人，他万一对王爷下手怎么办？你咋呼什么？没见你家王爷自个儿都不怕吗？他都敢主动现身，你愁个啥？倒是那妖道，赶紧抓下去拷问。萧晨燕，你个不怕死的，真不怕被女鬼吸个精尽人亡啊？萧晨燕身上有那串佛珠在，真有鬼的话，近身不会没反应的。7月天，王爷就穿成这样，这么怕冷，要我给你暖暖吗？王妃现在的样子，倒真像极了山野间吸人精气的燕子，没心没肺。王爷不喜欢吗？我可是刚帮你解决了一个麻烦呢。你不是麻烦吗？王爷试试不就知道了。本王有伤在身，恐怕要让王妃失望了。可我觉得王爷身子还怪不错的诶。说完就慢慢贴近萧晨燕。王妃好意本王心领了，但若将病弃过给你就不好了。这样啊，好吧，那王爷便早些就寝吧。
为什么这串佛珠都没有反应？说好的只是中元节来人间玩玩，你居然私自留下，还借尸还魂。府君爷爷要是知道了，肯定要打断我的鼻骨头。呜呜呜！轻武坏，你欺我年幼无力，滚！你虐待比大坏鬼，你过分了，我要告状。回阴司后，我一定要和你拆伙，真要拆伙。那以后我抓到的恶鬼可不给你吃了。外头那男人身上的味儿你没闻着，入骨阴风，夺命煞气，吃了大补不说，还能长道的，你就不心动？本比刚正不阿，只盼因果善恶绝不会被收买的。别以为当比的就没脑子，你重回人间不就是为了找到你上辈子父母和兄长的魂魄吗？死后前程尽消，你是天命阴官，注定了永生属于地府。人间轮回一遭只是历劫，何必执着？放着下命的二把手不当，你老惦记人间短短10几载的野爹野娘野兄长，你就是自讨苦吃。错了，我口不择言，我错了。错了，我口不择言，我错了。不过我话糙理不糙，人间事归人间帝王管。你上辈子历劫时的父母兄长死后没有魂归地府，自有因果，你非要闯进这因果，迟早遭报应。报应？我既是天命阴官，手持判官笔，判的就是因果。若是报应，只管来便是，我还怕他不成？那你帮外面那尊杀神又是为了啥？别说是为了煞气，他身上的煞气是会让你嘴馋，但你不差那点道行，还个人情罢了。那你快和我约法3章，不能主动坦白自己身份，阴阳有序，人鬼之间泾渭分明，本就不能有牵扯，这点你必须答应我。行，答应。我不主动说，但若是萧晨燕认出我来，那就不算我的责任了。上一辈子青武12岁就嘎了，那会儿的萧晨燕也才17岁，相隔了10年，他们再次相见。等青武洗好后，就瞧见桌上的佛珠和匕首，他玩味地看着他上背对自己的男人，这时脑中响起判官笔的声音：他好勇哦，主动丢掉这颗鬼的佛珠，还背对你装睡，以你上钩呢。阿五坏鬼，快去吸干了他！少贫嘴，王爷睡着了吗？随后就见青武上了床，他指尖一动，屋内的灯就熄灭了。这时萧晨燕掀开眸，他很是好奇这女人是如何做到的。明明他探过她的脉搏是正常的活人，难道真是恶鬼借尸还魂？突然有一只手爬上他腰侧，王爷你真的睡着了吗？我有点冷，王爷是男子，阳气足，给我暖暖呗。不理我啊，不理我就把你吃掉。未等萧晨燕说话，他就诡异的昏睡过去了，根本来不及有更多动作。切，让你装，让你试探，我让你如愿以偿。确定了，你和他之间不但有恩，还有怨。恩吗？是有的，至于怨吗？也不少。谁让他上辈子老仗着比我大几岁，人高腿长，说我是个小豆丁，还常常趁我不注意掐我的脸，说我包子脸最好掐。现在谁掐谁？等青武气爽后，这才开始干活。他解开萧晨燕的里衣，就看到腰腹缠着绷带，有血迹阴出，全身都是伤疤，新伤叠旧伤，触目惊心。我乃地府判官，注定了永生永世属于地府，但我贪恋人间的亲情，再次重回人间，想找到上辈子父母和兄长的魂魄。硬是真硬啊！还好普通人不像他，不然多影响下头业绩创收。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好好尝尝他的血，看看他身上到底怎么回事。看得出他身边应该有玄门的人在帮他克制煞气，但收效甚微，能压住这满身阴煞的，9成还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和常年战场厮杀沾染的一身杀气。毕竟鬼也怕恶人嘛。不过常年累月被阴寒侵蚀，盛夏也如隆冬，他居然没疯。阿五坏鬼，你这老熟人意志力怪变态的嘛？闹事！夸他你骄傲个什么劲？废话什么？让你尝他的血，是让你追踪他身上的夺命煞是谁下的？麻烦死了，用你的阴官印查一查不就知道了？但他要是动用阴官印，下面不就知道他偷溜来人间了？给他下夺命煞的人有点手段，收尾收拾的干净，追踪不到。不过气息我记住了，若遇见的话，肯定能认出来。哼，要你何用？哼，阿五坏鬼！唉，看在小时候的交情，帮你一把，不然谁管你死活？而沉睡中，萧晨燕虽然昏迷，但能感觉到对方在自己身上作宠，也闻到了一股若有似无的香气。那香气莫名熟悉，似乎在记忆里出现过，但就是想不起来这香气属于谁。他下意识地想将那缕香气握紧，不曾想萧晨燕却抱紧了青武的腰，猝不及防下撞上了他的唇。等青武反应过来后，恼怒地瞪着那张俊脸。
睡着后还学会占人便宜了。随后轻舞指甲在萧晨燕的脖梗处挠过，留下几道暧昧的红痕，然后将萧晨燕踹下了床。直到第二天，萧晨燕睁开眼，顿时就感觉脸疼、脖子疼、背疼、腰疼，脸上我脖子上还有清源油的吻痕。昨夜我是怎么睡着的？睡着后又发生了什么？是这女人把我踢下床的吗？但是为什么这女人有机会可以杀我却没动手？王妃，床上的女人不耐烦的直接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云清雾，吵死了，你出去。萧晨燕听后，整个人都阴沉着脸。在北境掌兵这么多年，从没人用这种口吻与她大小声过。王妃是要本王亲自动手，请你起床吗？昨夜就该把你踹下床，将你堵住嘴捆起来钉墙上。王爷年纪不大，倒和老人家一样，较少得很吗？本王有伤在身，也想多睡会儿，却不知怎么到了地上。不如王妃给本王解释解释。王爷，你还想我怎么解释？你自己看吧。萧晨燕这才注意到她唇上破了个口子，嘴唇也有些红肿，心里生出一种不祥之感。王爷昨夜对人家做了什么？难不成都忘了吗？萧晨燕这才想起昨夜那股香气，随后气恼地离开了。些小样。门外的百岁见自家王爷出来，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随后所有人齐刷刷地盯着王爷的脸和脖子看。先去书房。走到半路，突然有亲兵来报，云后行登门了。那个叫无双的女妖道，可审出了什么？人还昏迷着呢，上了刑也不肯醒，瞧着倒不像是装的。能试的法子我都试了，没准是新进府的那位不愿让这女妖道醒来也说不准。直接把云后行领去摘星院，另外把云玉娇和那口棺材也抬过去，让云后行这当爹的好好认认女儿。当爹的总能判断得出女儿是真是假，是人是鬼。我倒是要瞧瞧云清雾这个女儿，看到云后行这好父亲后会有什么反应。在摘星院里，云后行看到棺材内死状凄惨的云玉娇时，膝盖骨登时软了，随后开口质问：王爷，我好好的女儿嫁入王府，怎么就死了？云尚书健忘不成，从你府上抬来的棺材死人，现在管本王质问人为何会打？昨日我上书府嫁女，我大女儿出嫁前喜绝而亡不假，但我二女儿玉娇嫁进来时可是个大活人啊！是吗？云尚书记错了吧？明明活着嫁进来的是大小姐，死了的是二小姐啊！而一旁的道士突然睁开眼，不可能，躺棺材里嫁进来的明明是我大女儿云清木。这倒是奇了，昨夜与本王成婚的是个死人不成？来人啊，请王妃出来见见她的父亲。轻舞收到消息后，则是慢腾腾地收拾梳洗，也不着急露面。心眼够脏的，不愧是你萧晨燕，挺会给我找事儿。但是云后行这蠢货自己送上门也好，省得我还要跑一趟。哟，父亲大人来了啊！云后行看后下意识害怕的后退3步。何方鬼物，敢在王府做虫？什么鬼物？这不是云尚书你的大女儿，咱们府上的燕王妃吗？她绝不是我的大女儿，她是鬼，她肯定不是人。我大女儿云清雾昨天就干了，我知道了，定是这恶鬼害死了我的玉娇，对不对？贫道刚刚一进王府就感觉鬼气弥漫，料定有恶鬼在害人，这下找到源头了。这位是？贫道法号无极。我师妹怎会变成这样？师妹，此女难道不是云二小姐的陪嫁？本王还道此女忠烈，她不舍救主，欲要下去和云二小姐做个伴。触棺晕死在边上，怎么也唤不醒。无极道人心知这绝不可能，当即检查看自家师妹的情况，一查之下，竟是3魂7魄都被鬼气钻成筛子了，表面看着还活着，实则已是活死人一个。无极得知自家师妹情况后，顿时惊怒交加，暗藏杀意。此女既是你师妹，那便并非寻常陪嫁婢女。本王现在倒是好奇，尚书府陪嫁进来一个女道士，存的又是什么心思？随后周围的兵卫亮出刀，云后行和无极心头一慌，惊惧不定地望向萧晨燕。云尚书，想好怎么解释了吗？云后行汗流浃背，与无极交换了眼神，就指着轻舞说道：都是他，是他在害人。我师妹陪嫁入王府，绝无害人之意，实在是因为左儿那日子太过特殊，她是担心有恶鬼破坏了婚礼，这才跟着嫁进来的。不曾想，我师妹还是被害了。王爷有所不知，此等能借尸还魂的恶鬼，最会蛊惑人心，施展鬼遮眼等邪术干扰人的神智。他残杀玉娇小姐只是个开端，之后势必日日要食活人心肝，才能逗留人间。此鬼不除，后患无穷啊！对，这恶鬼杀我女儿，不能让她留在人间继续作恶。哪来的牛鼻子道士，空口白牙！你说我是鬼，我便是鬼了。还想狡辩？贫道这就让你现出原形！不可能，好一只恶鬼，定是道行不浅。好一个狗道士，胆子不小。我说王爷，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别人上门起脸污蔑你王妃，还是不是男人？
王妃所言有理，云尚书和无极道长既笃定王妃是鬼，那就拿出实证。如若不然，那就都去当鬼好了。贫道自有办法证明，恶鬼为火，只要架起柴堆，点燃大火，附身的恶鬼自然会被逼得显形。傻逼，活人就不怕火了？是个人丢柴堆上被火烧，不是鬼都能给烧成死鬼。你何不建议直接砍了我的头，看我还能不能接着喘气儿？蠢出升天的东西！不过要让我心甘情愿受这烈火考验，也不是不行。就我一个人上火刑架，多无趣啊！按你说的，鬼才怕火，反正你是人，你不怕火烧，那就一起呗。你要是怕的话，那就说明你不是人，不是人，那就该一刀砍死。来人，架柴，点火。很快，青武和无极道人绑在了木架上，而无极嘴里一直念念有词。就在烈火点燃之时，他睁开了眼，随后挑衅地看向青武：“区区恶鬼，区区一群凡夫俗子罢了，真以为这点火就能要了我的命？活人煞失败又如何？今日我就将计就计，用这场大火焚了王府，让燕王和仙太子一样都葬身火海。无量天尊，祝融借火，借！王爷可要小心，这恶鬼道行极高，他这是想要搭所有人陪葬啊！”你很喜欢玩火，这狗倒是想趁机烧死所有人，还要把黑锅丢给你，太可恶了吧！哼，玩火，不好意思，我在阴司里也是个玩火的行家。祝融之火，专克邪谋，刚正不阿，借火神之威，作恶者必引神怒，反噬自身。呵，火神，不可能啊！以我的道行，怎么可能请得动火神？就连我师尊也没这个能耐啊！凡尘妖道，敢借火神之名行凶，该杀！火神恕罪，我错了。玩火自焚。王爷，妖邪已遭天谴，我的清白证明了吗？自然。10年前，仙太子自犯东宫，那场无端出现的大火，如今终于有了眉目了。萧晨燕，接住我！萧晨燕一惊，记忆中有个小姑娘也曾有过这样的画面，恍如隔世，记忆与现实重合。萧晨燕下意识接住了轻舞。你是谁？你的王妃啊！就在这时，云后行被押了过来。王爷，臣冤枉，臣什么都不知道啊！先是将死人嫁入王府，又带妖道入王府行凶，云尚书谋害皇族，死罪。误会，真的都是误会，臣也是被蒙蔽的，臣不知那是妖道，臣是担心王爷，今日才带他过来的。担心？我还以为父亲是上门来收尸的呢。我说父亲啊，现在可记清楚了，嫁进来的死女儿是谁？是玉娇，死了的是她。轻误你原谅父亲，父亲我也是被蒙蔽的，咱们是父女啊，骨肉相连，我也是心疼你的。这谁让咱们是亲父女呢？亲人间哪有隔夜仇？再说，好歹你也是王爷的岳丈，王爷大人大量，也不会真要了你的命，是吧，王爷？看在王妃的面子上，本王不是不能宽恕云尚书这次的冒犯。那我替父亲谢过王爷了。不过我与王爷新婚大喜，府上留口棺材和死人多晦气，即使出嫁前就死的，那玉娇妹妹可算不上王府的人。突然阴风刮过，一道鬼影从青武身上飘了出来，他怨毒地盯着云后行，随后飘进了棺材里。萧晨燕感觉到佛珠发烫，他看向了青武，却没说什么。这尸体和棺材啊，当初是怎么从尚书府抬出来的？今儿就怎么抬回去吧。对了，我瞧着妹妹的怨气有点重啊，父亲可得好好置办丧仪，毕竟这枉死的鬼，头七那天都得回来报仇的。云清雾，机会给你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王妃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本王说的吗？这地方太破，不配我，我要住大院子。王妃想住何处？鸢尾院。确定？呵，王爷舍不得。好，谢了。哦，对了，伺候的人别安排太多，我喜欢清静。王爷，你怎么能让他住进鸢尾院？那里不是司徒静，世上可真有鬼物能够借尸还魂？反正我是没见过，就算有，也得有100年道行的厉鬼了吧？这种厉鬼要是借尸还魂了，不得大杀四方？你觉得王妃是人吗？的确不像人，不过瞧他今天那样子，显然是想弄死云后行的，没准真是云清雾诈尸，毕竟他被弄成活人煞，左右是中原，有一身凶气也正常。但是他妖道借祝融之威遭到反噬，时却安然无恙，这说不通。鬼物为火，火神祝融专克恶鬼，按理说不会放过他才对。他既要向云后行寻仇，与我们的目的倒是不谋而合。借此机会，好好吓吓云后行，务必在他死前将他当年构陷镇国侯的罪证找出来。王爷，你还是顾着点自己身子吧。中元节这几天你寒症发作是最厉害的，咱们府上现在还多了尊煞神。那妖道有句话说的没错，鬼心难测。他现在是只想搞死云后行，但不代表他不对别人下手。
萧晨燕，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这火狐场能克制你体内的阴煞之气，你不冷。什么？今日我不觉得冷，准确来说，是从昨夜开始。细查妖道无极，本王要知道他与东宫那场大火有何牵扯。另外，将绿桥红蕊派去鸢尾院伺候。说完，大步离去。居然派小红、小绿过去。小百岁，我记得当年你们3个都是被王爷从人牙子手里救出来吧？我这就去找红姐、绿姐，务必让他们盯紧了那女人，不能让她在鸢尾院里胡作非为。我刚刚就想问了，那鸢尾院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能说特别，就是那院子是以前小小姐住过的，王爷怎么能让别的人住进去啊？哪个小小姐？镇国后府那个早死的小郡主。难怪刚刚问我借尸还魂。萧晨燕这疯子，他瞎想什么呢？且不说镇国侯那位轻武郡主死了都10年了，那小姑娘死的时候才12岁，就算借尸还魂，醒来后也不会是府上那尊煞神。而在鸢尾院这边，判官比不满地抱怨道：“你故意的，对不对？说好的不暴露身份，我哪里暴露了？这鸢尾院肯定和你有关。我就说你以前在下面没事儿老画这鸢尾花干什么？那说明萧晨燕和我志趣相投。你就吹吧，他刚刚看你的眼神明明不对。云清舞，他叫你什么？他叫的是云清舞，不是云清雾吧？王爷刚刚是在叫我。眼前这个女人很美，单从五官来看，云清雾的这具肉身与清舞长大后的模样有几成相似。你究竟是谁？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你的王妃云清雾啊。那你如何知晓鸢尾院的存在？听说的呗。王爷虽久不在京城，但这王府的风吹草动，有的是眼睛盯着。萧晨燕看了许久，终是认为不可能是他的亲母，若是他的小豆丁，绝不是这样邪气诡艳的德行。但答应让他住，已无反悔之地，于是冷冷地说道：“不要煽动鸢尾院的一草一木，尤其是这盏花灯。”萧晨燕走后不久，就有下人把鸢尾灯取走，同时安排了婢女过来。轻舞看着面前的绿鞘红蕊，让他勾起了过往回忆。上辈子他和萧晨燕曾救过3个被人牙子拐走的小孩，有2个姑娘脸已被刺了字，另一个小男孩运气好点，刺字前就被救下了。随后收回思绪，随便吃了2口后，就继续回去睡觉了。2婢女观察着他，见他无异常，这才退了出去。再次醒来后，天已黑了，2婢女还在门口守着。他笑了笑，对着门的方向吹了一口气，2婢女就睡了过去。轻舞大大方方出了门，身影消失在黑暗中。云后行一出燕王府就去求见太子，结果连东宫的门都没迈进去。太子显然是收到消息了，正极力与他撇清关系，但他心知现在怕的不是萧晨燕，而是那口棺材，是云清雾。于是叫了心腹出去寻道士或高僧，势必要把云清雾的鬼魂给灭了。云后行带着棺材回了家后，尚书府此时人心惶惶，刚从妾抬成妻的罗氏，当家主母的威风耍了还没1日，就见女儿死着回来，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入夜，一群和尚在尚书府里面超度咒。云玉娇是罗氏的女儿，这女人平时也没少搓磨云清雾，那小贱人要回来索命，肯定也不会放过罗氏。若真有危险，就让罗氏替我先挡灾。点灯，快点灯！谁把灯给老夫灭了？是我，父亲大人。啊！救命啊！有鬼啊！去吧，接着闹。好的，大人。你对这里怎么那么熟悉？这里曾是我的家，老皇帝倒是舍得，竟把侯府赐给了云后行那狗东西。难怪你要帮那个云清雾报仇，你这是纯纯的公报仇啊！不对，明君爷爷下过禁制，你不可查阅任何历劫时的事。你是不是偷看过生死簿？否则你怎么知道云后行当初害死了你父母兄弟？放心，就偷看了一眼，看得不多。怎么只看到是这条云老狗故意断了大军粮草，还向胡人泄露情报？说好的只是找魂魄呢？你分明还想报仇！阴官擅杀凡人是犯忌讳的。我哪里杀了？报仇的是云清雾，我只是顺道来看个热闹罢了。再说云后行不还没死吗？轻舞说完后，又开始继续翻找，最终都是一无所获。他深吸了一口气，压住杀意。阿五坏鬼，你冷静啊，不能再乱来了。你查就查，咱也稍微守点人间的规矩。你一旦亲自动手杀了人，事情就麻烦了。知道。突然一道身影从门外闪过，就看见了萧晨燕的身影。而萧晨燕进书房的那一刹，他感觉到有人的存在。只见他快速地拿起匕首射向前方。难道是我的错觉？随后拔下匕首，鼻尖却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气，脑海中立刻想到是云清雾。那香气一直在鼻尖涌动，似乎近在咫尺，于是又朝前欺近了几分，抬眸就对上了那双凤眼。还有我
青武一眼就认出了是萧晨燕，也总觉得这男人好像是察觉到了他。随后就见萧晨燕眸光微动，转身就走了。他怎么也偷偷潜进来了？该不会也是来找云后行的对证的吧？谁知道呢？突然外面响起了鸟鸣声，这是他与手下人的信号。看来被引走的看守回来了。云清雾，若你也在这屋内，接下来会怎么做呢？随后就在桶上叩击了3下就撤离。等萧晨燕离开后，青武就试着转了转，果然出现了一人侧身的缝隙。果然是故意露馅儿给我看的啊！黑心肝的萧晨燕居然还有密室。萧晨燕怎么知道的？这里从前不是你家吗？上辈子我10岁就离京了，书房这地址我本就来的少。至于他，估计是我哥带他进去过吧。青武一进去就见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好家伙，这么多金银珠宝，少说也有几10万两吧？人间当官这么来财？耗子进你缸，那还不吃个肚子溜圆？云后行可是户部尚书，那是什么东西？看来这就是萧晨燕要的东西。我们走吧。至于这些宝贝，找个时间把它们拿走，1毛钱也不给云老狗。青武出来后，就将书房外的守卫迷晕，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书府。回到鸢尾院，青武这才撤了绿鞘红蕊的法术。备热水，我要沐浴。没多久，他们就准备好了热水。等他们离开，青武打开匣子，查看完里面的东西，就找了个地方藏起来，随后泡进了浴桶内。那盒子内放的居然是账本，看上面的日期，好像和你要查的就是没什么关系。是没什么关系，不过足以要了云后行的狗命。话说你这么火急火燎赶回来做什么？自然是等人上门来找我要东西了。拉了，进来，睡太久了，累得很，过来给我捏捏肩。是王爷啊。本王晚些再过来，你不必出来。王爷深夜来鸢尾院，是想我了吗？王妃觉得呢？我觉得王爷定是想我了。萧晨燕身上的这个夺命煞的确有些棘手，昨夜才帮他吸走了一部分，现在又翻腾起来。而萧晨燕再次闻到与尚书府一样的香气，让她更确定了青武出现过那里。同时闻到这香气后，她身上的煞气似都凝滞了。看来果然跟他有关。王妃今夜一直在府上，不然呢？尚书府书房。我娘家怎么了？啊！你掐疼我了。云清雾，你要与本王一直这样演下去吗？还有我的思念。我手上吧，的确握着点东西，这可是我的嫁妆呢。王爷若想要，也得付出点什么才行吧。再说，明儿归您，我回娘家总要带点回门礼。王爷，你得给我把面子撑起来。嫁妆？这份嫁妆不是我送他手里的吗？他又想准备用这份嫁妆从我手里换什么？不管你是人是鬼，皆有所图。我倒要看看你又图什么。你说？那就金山银山来几座，宅邸10座，婢女小厮20个。再来20匹马吧。我这要求不过分吧？连这点小要求都满足不了的话，王爷也太抠门了。哼，让你掐我！而刚到门口的绿鞘听到后，直接就想冲过去，却被红蕊拦住。你拦我干嘛？他太过分了，那是小要求吗？就算把咱们王府里外扒光，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这些话青武自然是听到了，随后得意地看向萧晨燕笑，但萧晨燕并未恼，只觉得鬼似乎都格外喜欢戏弄人。本王还以为王妃与令尊关系不睦，不曾想倒是挺会贴补娘家。谁让我这人孝顺呢？我那爹白发人送黑发人，简直可怜。我这当女儿的，当然要帮他把妹妹的丧事风风火火办起来。这金山银山宝马香车啥的也不嫌多，好歹也有点闲钱嘛。王妃是要本王送你一堆纸扎当回门礼？是呀。萧晨燕一愣，看着他狡黠的模样，那一刹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影子，心脏骤然缩紧，后退了一步。那个小豆丁已经死了，纵有相似，也只有巧合，不可能是他。只有这些，是否寒酸了些，损了王妃的颜面？听上去我是有点吃亏，那不然剩下的王爷肉肠。王妃自便。男人啊，想要又不肯付出。萧晨燕，接着嫁妆先给你了，明儿的牌面你可得给我撑好了。对了，觉得冷的时候便来找我吧。王妃，对不起，是我误会王妃了。青武看着他俩，拿了3张符纸，见面礼贴身放着，驱鬼辟邪。两女面面相觑，觉得符纸有些烫手。他俩都不是普通人，自然是知道青武的身份有蹊跷，但能拿出符纸的人，真的是鬼吗？王妃，多出的这个符纸是给谁的？就给那个一个净说我是鬼，让你们仔细点，别被我把阳气吸干了的小破孩。王妃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而在远处的百岁突然打了个喷嚏，谁在骂我？
回门那天，王府门口站着10几名亲兵，黑甲卫骑在前方，随后就几大车纸扎的金山银山，宝马香车，童男童女，还是差点意思，应该再叫个吹唢呐的来才对。王妃真孝顺，闹事，毕竟亲妇女，自当往死里孝顺。你们怎么回事？也被鬼迷心窍了？什么东西？王妃给的，说是驱鬼辟邪。不料百岁当场就想扔了，穿好了哦，不然小心晚上鬼敲门来吸你阳气。听后百岁浑身僵直，愣是一动也不敢动。捉弄人算是天性吗？青武看着他面色比起昨天差许多，又见他重新披上了那件火狐氅，就知道他昨夜并不好过。哼，真是会自讨苦吃。我昨天都地梯子了，也不知道顺刚往上爬。见别人不痛快，我便痛快了。王爷可是冷了，昨夜干嘛不来找我？账本你看过了，这份嫁妆够厚重吧？的确丰厚，匣子内除了账本，可还有别的？没了。突然，青武搂住了他胳膊，萧晨燕再次闻到了那股香气，莫名的让他感觉熟悉，脑海里再次想起了那个小姑娘。砚台哥哥，你过来，我给你说哦。萧晨燕，你过来点，过来点，我给你说哦。萧晨燕压下心中的波澜，你说，我需要一个地方，安全隐蔽地方最好大点，用来藏东西。藏什么？他又想搞什么鬼？当然是我的嫁妆了。云后行密室里的那几10万两，我可要全部搞走。到了尚书门前，管家前来迎接。拜见王爷。王妃，老爷和夫人悲伤过度，难以下榻，这才让老奴出来迎接，请2位恕罪。你这人是在粪桶里泡过吗？汤臭。好，简直臭不可闻。这管家是干了多少坏事啊？灵魂都被尸臭气腌入味了。而萧晨燕误以为青武是在故意找茬，但见他眼尾红了，睫毛湿漉漉的，显然是真被恶心到了。那日送亲时来的也是你，本王陪王妃回门，云尚书却让你这种烟杂东西来相迎，是想给谁下马威？管家听后吓得扑通跪地，直呼不敢。燕王这啥事？哪里是来回门的，分明是来找茬的。也罢，狗随主人味儿，本就是个粪坑，还能腌出啥好味儿不成？将本王妃为父亲和妹妹准备的东西都搬进来，仔细点，别磕碰坏了，可不能让我妹妹走得太冷清了。管家看后深吸一口气，想着罗氏的吩咐，强装镇定。夫人在后院那边正修剪呢，护好王妃。是。也，萧晨燕今儿转性了。这管家身上越来越臭了，看来他们今儿就等着你上门呢。不过他们应对也够快的，还以为云清屋的鬼魂能再闹上个几天呢。这倒是不觉得奇怪，云后行能找来2个妖道，自然是有这方面的人脉。不过昨夜瞧过罗氏后，却发现这人身上的孽债比云后行还多。这尚书府果然是有意思。快关门！尚书府好大的狗胆！说完就直接蹦起来。管家也没想到2个婢女身手会这么厉害。夫人，慌什么？一个野种和2个贱婢而已，居然还乱了手脚，速摇铃！下一秒，绿鞘和红蕊听得一阵剧痛，突然揣着的红符发出一道黄光，那令人头疼欲裂的痛感顿时没了。王妃给的符果然有用，然而青武却捂着耳朵痛苦不堪。好吵，吵死我了，头要裂了。见此，管家哈哈大笑起来。你这野种还真是命大，被做成活人煞都不死。虽不知你是走了什么运道，有了通玄的本事，但你以为就凭你那点微末手段，叫个小鬼过来就能在尚书府兴风作浪，是不是感觉头疼欲裂？这铃声只需要再响半炷香，你就会变成个疯子。届时先将你剁碎了喂狗，再让你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让你给玉娇陪葬。听上去好可怕哦！给你半天发挥时间，你就整这点玩意。青武随后看着罗氏手中的铜镜，只见镜中有个女鬼正在捶打着镜面，正是云清雾。你没事？怎么可能？不然呢？就凭这个破铃铛，还是凭你手里那面破镜子，或者凭你想得美？好歹那2个妖道还有点道行，你一个普通人哪来的自信？不，这不可能！明明昨夜那鬼一听铃响就束手就擒了。于是心一狠，直接咬破手指，在镜子上写了个死字。下一秒就见铜镜震颤起来，同时那铃铛响得更剧烈。云清雾，你给我去嘎！突然青武一个移动就来到了罗氏身前，吓得他大叫，一边的管家则是吓得一扑通跪下。随后青武掐住他的脖子，狠狠的一巴掌扇下去。打脸这事儿还是得亲自动手才舒坦啊！管家吓得屁滚尿流想跑，青武一个眼神就将他定住往上飘。你不是云？现在才发现我不是吗？蠢货！
可惜晚了。随后夺过他手里的青铜镜，就看见了原主那委屈巴巴流着泪的样子。唉，你也真是出息，给你机会自个儿报仇，才闹半宿就被人收了。这青铜镜能吃鬼，除了云清雾外，里面居然还藏了那么多鬼。这罗氏用自身精血打开镜子，想放这些鬼出来杀你，他是脑子有坑吗？这种邪物，每用一次都是拿阳寿作为代价的。是啊，以自身阳寿作为代价放鬼害人，猪都没这么蠢吧？罗氏听后瞪大了眼睛，不可能！这蠢货果然不知道被人卖了还不自知。让我猜猜，给你这面镜子的是那个妖道无双，还是无极？看来心里的疑团倒是解开了。这镜子里的鬼物们对罗氏和他身边这群人都充满恨意，看来是罗氏害死了他们。那两个妖道和罗氏怕不是早就有勾结了？他们送这面镜子给罗氏，打的怕不是灭口的主意吧？这个蠢货还以为人家送他这面镜子是护身的呢。我是真好奇，一个内宅妇人手上怎会沾染那么多人命，还都是小孩子的命？爷，你知道些什么？你不是想使这面镜子吗？我来教教你，到底该怎么用。下一秒，青铜镜在他手中，瞬间就有黑烟从镜中跑了出来。而一旁的绿俏和红蕊看得僵立着不敢动，他们看着管家自己动手拔自己的牙齿，之后就扑向了罗氏。突然，青舞向他俩走来，两女下意识后退。王妃，他们这热闹好看吧？好看，想不想看得更清楚点？想。青舞抬手在两女左眼皮上各点了一下，替她漾开了一半的阴阳眼，瞬间两人就像是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一样。只见罗氏身上都是小鬼，好多鬼，怎么瞧着都是小鬼？他们之前都被关在镜子里吗？镜可通玄，连接幽门，本身的确有收鬼克鬼的作用，但那面青铜镜却被炼制成吃鬼的邪物，驱策邪物哪能不付出代价？真当携宠鬼物的便宜那么好占？所以现在罗氏是被反噬，这些小鬼是听王妃的话，在收拾他们吗？反噬是真，但我可没让他们动手，血债血偿罢了。谁害死的他们，自然要找谁偿命了。会沾染这么多孩子的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拍花子，专拐卖孩童谋财。这女人该杀，这种人居然也能当上尚书夫人，云后行肯定也脱不了关系。这时青舞打了个响指，满院的人全部停了下来，随后对罗氏勾了勾手。被附身在罗氏的云清雾立马屁颠的过来。不要厚此薄彼，这样的热闹怎么能忘了你的至亲呢？要雨露均沾，你懂不懂？懂，怪我第一次当鬼不懂事。去吧，这群小鬼听你调遣，继续狂欢，继续舞。这满府的热闹可是你们自个儿求来的。正院的云后行被鬼女儿吓了大半宿，此时正脸色发青，而萧晨燕将半卷令人誊抄下来的账本砸在他面前时，差点让云后行晕了过去。这账本明明被我藏在密室里，为什么会落在萧晨燕手里？明明只要等罗氏处理了云清雾那只恶鬼，自己就有喘息的功夫。王爷这是何意？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你自己选。生路，不知王爷给下官的生路是什么？10年前北境之战的真相。云后行听后顿时心慌起来。什么真相？下官不懂王爷在说什么。10年时间，你踩着镇国侯府的尸骨上位，一路爬至户部尚书，按照账本上所记，一共贪污了171万两白银。本王给你一个机会，写下认罪书，供认出当年构陷镇国侯的主谋与一干人等，保你一命；又或者10天之内补齐贪污银两，否则账本上的内容10日后便会传遍京都城的大街小巷。云后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萧晨燕还在为镇国侯府翻案。这2条路，无论哪一条都不会是生路。突然，外面吵嚷声震天。外面吵什么吵？哐的一声，一道身影冲了进来，云后行吓得扑通倒在地。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此人就是被云清雾操纵的罗氏，正发出鬼笑，说完就咬上了云后行。救命！救我！云尚书与夫人如胶似漆，本王就不打扰二位雅兴了。云尚书可得好好活着，多撑几天，本王还等着你的选择。说完就大步离开。给我把门锁死。走吧。而此时尚书府群魔乱舞，热闹得很。不用想，这杰作又是云清雾搞的鬼，不过怎么看得人身心舒坦呢？王爷，卑职去暗室查看了一番，里面已经空了。云清雾你已经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与他接触的罗氏还有尚书府的下人都疯了，一个个鬼上身似的。还好这姑奶奶给的符没扔，这一路上过来那符都烫得要命，不能惹，看来以后得供着。当萧晨燕进了马车，就
就瞧见某个女子正在闭目养神。热闹看完了，甚是精彩。云后行的密室空了，你做的？你猜？云后行贪污白银共计171万两，论罪夷3族也不为过。这么多，我还以为就40万两呢。嚯嚯，这40万两是我的嫁妆，我可没准备用嫁妆贴补男人，心疼男人，倒霉几辈子。哪怕对方是萧晨燕，再铁的旧日交情，也不能谈钱。于是岔开话题道：夷3族怕是不够，那罗氏手里还有上百条人命，且都是小孩，你可以让人查查京中这些年小孩失踪的事。上百孩童殒命。对呀，当初那2个叫无双无极的妖道，恐怕也和这事儿有关。他们的来历查出来了吗？这2个妖道几日前突然出现，入城后就直接进了上书房，现今人已死，要查来历倒是有些麻烦。这是怪我了。遇到麻烦，那就解决麻烦。燕王殿下出手，洒水了。本王听说，心怀怨恨的鬼物才会逗留人间，若是大仇得报，就会离去。王妃的仇报了吗？王爷还觉得我是鬼啊？担心人鬼殊途，能为我所用，人又何妨，鬼又何妨？鬼这种存在，王爷还是少招惹为好。一旦被缠上，可是很难摆脱的。譬如你吗？我就不同了啊！贤惠纯良，与王爷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来了之后，王爷是不是感觉身子骨都健全了些？为什么每与他靠近，我的寒症就能减缓？像是久逢甘露，又像是飞蛾扑火。突然马车一个急停，轻舞猝不及防地撞上了萧晨燕，正好撞上了他的小腹，男人最脆弱之地。完了，萧晨燕，你没事吧？完了，完犊子了！你别不吭声啊！你不行了就眨眨眼，你冷静，只要没撞断就还有希望。我豁出去了也想法子给你接上。云清雾，你闭嘴！你不要讳疾忌医啊！这女人还无辜上了。王爷，你们没事吧？无碍，外面怎么回事？有人突然跑出来，惊了马。惊马之人可有事？人没什么事，只是……放开！我要找我孩子，我孩子不见了。你们看见我家玉郎了吗？玉郎，我的玉郎。轻舞好奇地出来看看，却瞧见前方的女人正是他前世的表姐穆英，她乃是大雍朝第1女将军，如今与这个行销鼓励的疯子判若两人。这位夫人瞧着面色不太好，先扶她上来休息下，瞧瞧是否受伤了。王爷，你一个大男人搁这儿不方便，你下去给那位夫人挪点地来。麻溜赶紧的啊，发什么愣？就这样杀人无数的燕王竟然被轻舞一股劲推了出去，简直是狼狈至极。我这不是娶了个鬼进门，是娶了个祖宗。但萧晨燕却对轻舞的反常很是好奇，不免多看了穆英几眼，这一看就觉得熟悉，但愣是没想出来。扶这位夫人上去吧。不要把我关起来！不要，玉郎，我要找我家玉郎。别怕好吗？说完，轻舞心里默念安神咒，他的声音似有魔力般将穆英一点点的安抚。先替穆夫人检查下有没有哪里受伤。是。阿武，你认识她？她是我表姐。她在找孩子，你看出来了吧？她子女宫上缭绕着死气，只怕孩子已经……轻舞看着穆英肚子上的死气说道：虽有死气，但也藏着一线生机，或许还有救一救的希望。那得尽快找到孩子才行。不过眼下你这表姐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她这是得了离魂症了啊，3魂7魄都不稳，得是受了多少作磨。轻舞听后很是烦躁，穆英虽比他大6岁，小时候却照顾他极多。记忆中穆英骑马射箭样样精通，还有一手好厨艺。后来嫁给了寒门出身的状元郎，状元郎对她也是极好，两人算得上郎情妾意。可现在，王妃，奴婢觉得穆夫人的情况不对劲。红蕊说完就拔出了一根足足有半指长的软针，轻舞脸色顿时阴沉起来。她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针？怕是不少，还有些位置在马车上不方便检查。是谁这么恶毒，将那么好的英姐折磨成这样？那状元郎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王生，也不知现在做官做到什么位置了。突然听到马车外有声音来寻穆英，轻舞眼中杀气一闪，可算是来了啊！马车外的萧晨燕也听到了，于是上了酒楼上暂且等候。没多久，百岁匆匆而来，将穆英的身份查明，还将红蕊检查的情况告知。萧晨燕听后脸色也沉了，原来是小豆丁的表姐。王爷，这穆夫人的夫家就是户部的王侍郎，他的名字也在云后行的账本上出现过。忽然楼下的惨叫声，只见轻舞手持马鞭，对着一群仆妇狠狠抽了过去。户部是郎家的奴才，好大的威风，还敢当街来抢人了！今日就是你们王侍郎过来了，我也照抽不误。而这群侍郎府的下人，只听说有个疯婆子冲到别人马车，压根没打听是惊了谁家的马，
当即就气势汹汹过来要人。你这泼皮小贱人竟敢打我！大家伙儿快来看看啊！这里有个刁民包庇贼人，还出手伤人，信不信抓你去见官？但婆子不敢真报官，她是奉二夫人的命抓木英回去。若事情闹大了，自家二夫人恐怕也有麻烦。她曾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寒门书生状元郎，婚后状元郎对她很好。没想到有一天她娘家家道中落，状元郎又迎娶了威远侯府的庶女为嫔妻，而她却硬生生地逼成了二夫人，自此天天被虐待，自己的孩子也被这位夫人丢进了石英山。婆子见轻武不说话，于是对护院使眼色，示意他们上去拿人。不料一群黑甲卫向他们走来，拔刀直接架在他们脖颈上。婆子和护院吓得扑通跪下。户部侍郎家好大的威风，抓贼都抓到本王王妃头上来了。怎么会是燕王和燕王妃？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来拿贼的，本王妃可不想被人泼了脏水去。趁着现在大伙儿都在，也让大家瞧瞧，我这马车上是不是真藏了贼。洪稳，将车帘撩开。是。拉开后，马车内是重新捯饬了一番的木英，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神志不清。婆子等人见到木英，心中嗡的一沉。不是要来抓贼吗？你倒是说说看，马车上的谁是贼？这疯妇怎就惹上燕王府了？王妃恕罪，刚刚是老奴瞎了眼，冒犯了您，您大人大量，别与小人一般见识。但那马车上的疯妇的确是贼，还请王妃开门，准许我们将这贼婆子带回去。她不但偷东西，发起疯来还会伤人的。你好大的狗胆！她乃穆氏之女穆英，分明是你家主母。你这恶奴，戕害主子不说，还敢蒙蔽视听。她一个疯妇岂会是我家主母？王妃切莫被她骗了。明明这穆英已经疯得食不清人了，这些年她都被关在府上，按说京中认识她的也不多，自己的话怎会被识破？好啊，那不如将你家王侍郎请来，看他认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是谁。王妃饶命，那的确是我家夫人，她患有疯症，加上家里少主失踪，伺机她发了病，我们都是出来寻她的，绝没有欺主之意，一切都是张婆子在信口胡说啊！周围百姓听后哪能不懂？听说过奴大欺主，也没见过这般猖狂的奴才，居然污蔑自家主母是贼。那王侍郎干什么吃的？自家夫人被仆人欺负成这样，他都不知情吗？好端端一侍郎夫人怎会疯了？他不是在家中遭了虐待？是啊，若真是自家夫人犯病跑出来，明说便是，故意遮掩，怕不是这位侍郎夫人的病另有隐情。王爷，眼下随便来个人就敢往咱们头上扣一个窝藏贼人的帽子，这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还有这位侍郎夫人，她是重要人证，我瞧着侍郎府上是乌烟瘴气，奴才在外面都敢欺负到主子头上，若是就这么让他们把人带回去，万一弄出人命来，怕不是还要再往咱们头上泼一盆脏水。来人，将这群刁奴痛打40大板，再丢回侍郎府。至于这婆子，打完之后带回王府好好审。王爷，还是报官吧，穆夫人身上还有不少伤呢，这是得备案，省得后面又冤枉到咱们头上。王妃言之有理。就这样，轻武以正当理由留下了穆英。当家主母被虐待成这样，敢上门要人，我就能找出各种理由让你们吃闭门羹。王侍郎，既然你不要脸，那就全撕了。回王府后，轻武叫了大夫给穆英看诊。他看着大夫从穆英身上取出10几根的针，整个人杀气涌出，直到穆英沉沉睡去，他才离开。在院子里，婆子被打了板子后，又上了酷刑。那婆子嘴里可问出东西了。那婆子承认是听王侍郎的大夫人周氏之命。慢着，穆夫人不是正妻吗？王妃有所不知，这位王侍郎几年前又迎娶了威远侯府的庶女周雪晴为嫔妻。说来可笑，明明是穆夫人先进门的，因为娘家大不如前，硬生生被逼的给那周氏让位，从大夫人成了二夫人。那周氏嫁过去后，就让人给穆夫人下了药，那药会让人神志不清。还有这针刑，也是她授意的。周氏一直无子，觉得是王玉郎占了自己孩子的位置，才导致她不能怀孕，所以授意那婆子寻了个机会，将王玉郎带出侍郎府。那婆子交代，他们还把人丢进石英山了。石英山就是城西30里的一处野山，传言说那座山会吃小孩，百姓们都避之不及。王妃放心，这事已经报官了，京兆尹那边也派人去搜山了。这是京兆尹去寻人，怕是也不会有啥结果。就小侄子的情况刻不容缓，没时间等了。于是轻武立刻起身去找萧晨燕。王爷说了不能。让开。萧晨燕，我有事找。出去。轻武视线落在他提裤子的手上，脱口而出道：还能人道吗？
门外的百岁本想伸脚进来，吓得他立马缩了回去，砰的一声关上门。你说呢？完了！正当青武又要说话时，萧晨燕大步上前，捂住了他的嘴。抱歉，我是关心你，关乎男人尊严，要不还是让司徒进来给你瞧瞧伤。不用。也是，区小伤，何足挂齿，都没见血，还没他腰腹处的刀伤深，是我小看他了。你来找我有何事？找你借人，我不信金兆尹办事的能力，王玉郎情况不妙，迟了的话，人就救不回来了。你对穆夫人的事倒是上心，那你帮不帮？不帮。穆英乃是人妇，你将她带回王府，尚可用她乃重要人证为理由。王府与他无亲无故，他家儿郎失踪，帮着报官已是仁至义尽。若再调动人手相助，未免殷切过头。听后，青武眼神变得冷漠，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人一般。无亲无故，是啊，表姐对他来说，的确是个无关紧要之人。是我想差了，还觉得他依旧是1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满腔热血的皇长孙。本以为多少念着那点旧日情分，看来是我高看了自己。燕王言之有理，是我想当然了。说完，扭头就走。萧晨燕看着他，神情的冷漠，仿佛他这一走，似是永远不会再回头。王爷明明让司徒庸一带人也进山了，干嘛不告诉他实情啊？萧晨燕听后沉默不语，心情异常的烦躁，半炷香后，王爷，王妃带着穆夫人出府了，好像是奔着石云山那边去了。胡闹！城门口的马路上，一辆马车径直的往外走，红蕊驾着马车，穆英躺在车内睡得深沉，青武闭着眼，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吓得一旁的绿俏小心翼翼的。而青武本想着一个人行动，萧晨燕再怎么样也不会袖手旁观，却没想到，于是担心侍郎府的人来将穆英接走，所以就带上了他。终于到了傍晚，一行人到了石英山。王妃，石英山到了，后面的路马车上不去了。阿武，这座山里怕是有些不消停的东西。闻出来了，大山有灵，这座山毗邻京城，最接近龙气汇聚之地，按说应该灵运旺盛才对，但这座山里灵运浑噩，腥风为祸，神性渐失，有些古怪。石英山，看来这名字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你们就留在车上照顾穆夫人。这如何使得？王妃，还是只留一人，另一人陪你。不用。说完，在马车上画了一道符。记住了，太阳落山后不要离开马车，任何人叫你们都别理会，哪怕是我。王妃，咱们还是听令行事吧。以王妃的本事，咱们跟上去没准也是累赘。好吧，不过王妃对穆夫人是真上心啊，可她不是云后行的女儿吗？按理说不该对穆夫人这样在意才是啊。谁知道呢？总归她愿意帮穆夫人，这点是极好的。穆夫人是清武郡主的表姐，若是郡主在，丁也受不了自己表姐被有这样欺负。咱们没机会报答小郡主的救命之恩，丁要帮她照顾好穆夫人才行。萧晨燕此时带着一行人匆匆赶来。王爷，云清雾霓，王妃独自上山去了。突然，萧晨燕瞥见了马车的符，这符谁画的？是王妃。听后，萧晨燕心头一紧，而那个荒诞的念头再度袭上脑海。留下2人守着，其余人随本王进山。来了，那些家伙果然来了，点火！够了，说了多少次，他们现在是被操控的尸体，你就算砍了他的头也没用。司徒先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那些脏东西怕火，但是尸体可不怕。司徒静目光一凝，从怀里摸出一把黄豆，手结道业，玄天剑法，撒豆成兵。到了，这些尸体倒了，太好了，咱们得救了。所有人注意，真正的家伙要来了。就在这时，一群山魈正一蹦一蹦的前行。这是什么鬼东西？是山魈，都找东西堵住耳朵。山魈的笑声会蛊惑心神，这玩意奸猾的很。所有人听后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但有几个衙役心智脆弱，已经开始双目发红，正要朝着火圈外走去。黑甲卫见此，直接将这几人打晕。伴随着山魈的笑声越来越大，司徒静也生出烦躁，于是大声念起静心咒。但他一人又如何能对抗几十只山魈的笑声？眼看司徒静快坚持不住时，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真有意思，大半夜的，这山上猴子开大会吗？”王妃。一旁的黑甲卫们也是一脸震惊。突然，山魈发疯似的扑向青武。王妃小心！区山有精怪，隔天垂帘开了神智，不好好修炼，反祸乱人间，擅杀生灵，一群畜生，好大的胆子！一股恐怖的气息从青武身上扩散开来，山魈们顿时凄惨的叫着，像是在遭受何种酷刑。
敕令：作恶走兽罚入妖冥府，断魂、断魄，下刀300年，再油锅刨落，不得转生。判官比一划，像是收割恶鬼的锁链，从山魈们的脖梗处扫过。下一刻，他们的魂魄齐齐被收入判官笔中。一群人看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盯着女子诡异莫测的身影。你们为什么在这里？王爷不放心京兆尹的办事能力，让我们也来帮忙找王玉郎。王妃你呢？哎呦喂，是哪个无良坏鬼冤枉好人喽？哎呀呀，咱们没心没肺的阿武大人要长出良心喽！哼，该死的良心，我不想要了。萧晨燕，你是不是有病？实话说不行，非得嘴硬。而一旁的司徒静内心惊涛骇浪，他不断地往青武右手的判官笔瞄，在他心里从来没把这位当人看过。他一直怀疑青武身体里面是个道行高深的老鬼，但刚刚出手就知道他想差了。这位鬼姑奶奶非人不假，但即便是鬼，身份也绝不简单，一笔下去定生死，这是判官才有的本事吧？多谢王妃出手相助，要不是王妃，我们今儿怕是全要英年早逝了。王妃是我等的再生父母啊！不至于，你瞧这命挺硬的。当真？王妃这么说，那我活个99肯定没问题了。废话再多点，我保证你活不过29。把那群山魈的尸体烧了，省得留下聚集成晦气。记得将他们头上套的那些头骨摘下来。王妃，王玉郎的方位我已经大致估算到了，应该就在这附近。人就在这破庙里。在庙里？不对呀，我们进庙后检查过，里面没人，被藏起来了罢了。司徒静顺着他视线看去，随后叫来几人往神龛那边去。一阵翻腾后，果然找到了。天啊，真有个小孩在这里！那孩子身上有不少擦伤，脸色清白，身体发凉，若非还有一点微弱的气息，瞧着和死人也没差别。青武大步过去，手落在孩子的眉心处，皱紧眉，而一旁的司徒静也看出端倪。生魂离体，生机将逝，这孩子已走17天了，得在子时前将生魂找回，否则就来不及了。之后下意识地看向青武，王玉郎魂系归来，但时间过了半晌，小孩依旧没有反应。青武冷光一闪，这孩子的生魂不是走失，而是被困住了。那怎么办？王妃，你能找到孩子的生魂被困在何处了吗？突然外面传来声响，王爷。青武愕然回眸，这男人怎么也来了？萧晨燕，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好。小玉郎的时间不多了，他的生魂被困住，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并解救出他的生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给他借命。不行，你到底什么居心？是想害王爷不成？退下。怎么借？其实是借你的阳气替他遮挡死气，并非真拿你的阳寿出借。来吧，要借阳气借我的也可以，我年轻，阳气足。我等阳气太配，愿意借出。我就不行了，我肾虚，阳气比不得王爷。要骗过阴司，出借之人须得有大气运，也就你们王爷有这气运了。司徒静听后很是震惊，看着青武，欲言又止的样子，但最终也没说什么，动手便是。青武也不再废话，他突然上前，踮起脚尖，似要吻住萧晨燕的唇。庙内人看后齐齐一愣，赶紧挪开视线，而萧晨燕身体僵了一下，很快放松下来。青武的唇并未真正贴上来，隔着1寸，但他还是能清楚地嗅到他身上清冽的香气，宛如钩子般钻入他的妻妾。夺走了什么？谢谢。青武刚转身要走，却被萧晨燕握住。青武讶异回眸，见他蹙着眉，欲言又止。没什么。青武点头，在小孩身边蹭下，右手结印，另一只抵住心口，朝上一推，阳寿之气就出现在了他的手心，顺着他的指引钻入了孩子体内。没多久，王玉郎的气色好了不少，而萧晨燕见此暗暗松了一口气，还以为也需要他，还好不用。好了，萧晨燕，谢谢你。你又乱来，用萧晨燕的阳气骗过生死簿，被查出来的话，可是要受罚的。罚本，反正我又不怕。你不怕我怕啊，我可不想被丢去业火殿受罚。都烧那么多回，怕个球，横竖又烧不死，无间地狱都带过，业火殿洒水了。哼，我不理你了，你就乱来吧，反正你鬼骨头硬。唉，就在这时，黑甲卫拉着一个东西进来。你们居然捉到了活的？是王爷射中的，还有好几只被一剑毙命。这东西你觉得该如何处置？烧了吧，尸体焚烧掉。这些山魈做了不少，而且都吃过人。之前我就想说，这些山魈套在头上的头骨分明是人的，那些头骨难不成是？山魈喜欢捉弄人，最喜欢吃的便是小孩。难怪这座山叫石英山。这座山附近
并无村子，除非有人一直在用小孩喂养这些山魈。随后抬眸看向已经残破不堪的神龛，这座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应该最清楚吧？王妃在和谁说话？难不成灵石既然衰微成这样，有人带元宝香烛了吗？黑甲卫面面相觑，都是一群大老粗，谁会没事带那个玩意儿？就在这时，百岁别扭地说道：“我带了。”随后脸涨红的从怀里拿出2根香烛出来，周围的人听后都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就知道这小子怕鬼，这是时刻都准备着上供求放过呢。你，王爷给。百岁把香烛给了萧晨燕后，扭头就往外跑。萧晨燕，给这座山点烛吧，帮帮他。好。等点燃香烛后，众人都感觉到了这山上的风似乎没那么阴冷了，而萧晨燕似乎也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谢谢。”大山有灵，责备百姓。这座山本不叫石英山，有一群人将山魈养在此处，将此处变得乌烟瘴气。渐渐的，这座山被人唤成石英山。石英两字宛如家所叫的人越多，对这座山畏惧的人越多，山灵的力量被削弱的也厉害。然后神性被夺，神辉丧失，山灵再也镇压不住做虫的山魈，被毁了庙宇。将王玉郎藏在神龛下的，莫不是这座山的山灵？青武点头，这山上可还有山魈未除？就算有，这会儿估计也早溜了。不过倒是可以去把这群畜生的老巢给毁了。那些枉死孩子的尸骨留在山上，不是好事，容易继续招来山精野怪。萧晨燕听后颔首，立刻安排黑甲卫去办。等等，要去寻蛊的人先过来，我给你们点个戳，这山魈也就蛊惑人厉害点，跑得快点，只要不被蛊惑，一件一个准。哇！听后一个个往前冲。王妃，我先来，还有我造。顿时，一群黑甲卫老实了。半炷香后，一群老爷们个个露出姨母笑。萧晨燕看着这群家伙，心中感叹，简直丢人现眼的东西们。之后，萧晨燕带着青武下山，突然萧晨燕脚下一停，青武撞了神。萧晨燕回眸看他，你长太高挡光了，上来背你下山。青武也不客气，直接上去让萧晨燕背着走，但趴在萧晨燕背上，冷不丁想起上一世的事，忍不住笑了起来。笑什么？哼，笑你呗！明明就派了司徒进上山寻人，还嘴硬。燕王府要帮的人，免不得会成为众矢之的。穆夫人以为王家父娘家无亲可依，本王为他强出头，不是帮他，而是害他。单是流言蜚语，便能害死一个人。我相信穆夫人清醒过来后会做出选择的。穆家女儿，巾帼不让须眉，才不会轻易被打垮。王爷，王妃，昨夜出事了，王爷恕罪，昨夜被指示旨，险些办砸了差事。随后两人禀明缘由，原来昨晚来了2只山魈，洪蕊牢记青武的叮嘱，让2人上车来挤挤，但2人不肯，且不信邪，险些丧命。还好2个丫鬟将我们拖入马车中，才保住了命。那鬼东西简直邪门，还会假冒人说话。我们把人拖进来后，过了没一会儿，他们就假装是王爷和王妃回来了，想哄骗我们出去。还好红蕊姐姐聪明，我们假装上当，把王妃给我们的红符朝外一砸，那些东西一声惨叫后就跑没影了。众人听后一阵头皮发麻，看向青武的眼神越发敬畏。百岁更是下意识捂紧了身上的红符。旁边的司徒静见此，王妃也送你红符了吧？你不是很嫌弃吗？不如给哥哥我。你想都别想。困了，回府。在回府的路上，青武和萧晨燕同坐在马上，青武此时抱紧了他的腰，慢慢的在怀里睡了过去。回到王府后，青武还未醒，萧晨燕便抱着他往鸢尾院走去。王爷对王妃上心了，别看热闹了，快将穆夫人安置好。发什么愣？之前你在山上对王妃那么无礼，还不自个儿去领罚，真等着王爷来处置你啊？小穗，你又胡来了。我哪有？我就是不相信他。倒是红姐，你们怎么都被他给收买了？你平时虽然莽撞，但也不是没脑子的，怎么就对王妃那么大敌意？还说我呢？司徒庸医，你之前不也怀疑他不安好心吗？怀疑是怀疑，但昨夜过后，我是觉得我怀疑大可不必。咱们这位王妃如果真要害人，她嫁进来那夜，咱们王府怕是连鸡犬都不生。反正我是不会轻易被他糊弄了去的，你们都是叛徒。这小子狗脾气，也就王爷惯着他，他到底在别扭个什么呢？因为小小姐吧，百岁一直记得小小姐的恩情，也认准了小小姐会是未来王妃。他仇视云后行一家，自然也不肯接受现在的王妃，觉得小小姐的位置被占了。这臭脾气，以后有他苦头吃。不过他对王妃的敌意都写脸上了，王妃怎么还送他保命的红符啊？绿俏红蕊一愣，他们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在鸢尾院中，青武其实已经醒了，但他依旧闭着眼，而萧晨燕注视着他。车辕上的符是你画的吗？不过青武并未回话。在装睡，你从云后行密室里偷出来的嫁妆就没了。萧晨燕，你过分了啊！
哪有抢人嫁妆的？不装了，我就装，不服你就憋着。那幅是谁教你画的？什么符的？你说我画的那道符啊？需要谁教？我瞧着好看，便学了。萧晨燕没放过他脸上一丝一毫的神情变化，始终没看出丝毫说谎的痕迹。这幅是巧合，那你对穆夫人的事如此上心，也是巧合吗？很上心嘛，看不过眼我就出手了，需要什么理由？反正谁让我不爽，我让谁嘎。王妃一夜操劳，安歇吧。萧晨燕，还有何事？有人在窃取你的命格，你知道吗？现在知道了。知道你夜里还准备独守空房，我能帮你哦。本王伤势未愈，恐夜宿王妃这里，会命不过夜。那可不，你敢来，我一定把你的阳气全给吸干，你千万别来。好，对了，之前借的阳气记得还。吃几根虎鞭补不死你。大可不必，你借的，你想法子还。说完就转身走了。他好嚣张啊！有借有还，人家也没说错啊。再说，就你和人说话那鬼德行，哪像是要帮人的，纯纯就是诓人来给你上供金器的。哪个男人瞧见不躲得远远的？哼！王爷，王生求见，想来是为穆夫人来的。打出去！那王生好歹是户部侍郎，打他一顿虽没什么，但无缘无故会不会不好？你府上刁奴害主，还构陷王妃，致使王妃心悸晕厥，重病不起，打他一顿，合情合理。哦，王爷说的是，不过王妃那边会同意吗？他恐怕只会嫌没将人一棒子打死。晌午时分，清午睡醒后才知道自己背锅了，居然只是打一顿，没断手断脚，直接嘎了王生的狗头。虽是皮外伤，但全是照着脸打的，怕是好一段时间不敢见人。本就是个没脸没皮的东西，他有什么不敢的？小绿这话还真说对了，那王生被打破箱后还不消停，听说又去尚书府了。他去找云后行。是，想来他还不知尚书府的热闹，还以为能请动云后行来管教王妃呢。身后轻舞拿出一张符纸，双指一掸，那符纸瞬间自燃，一缕鬼力飘向尚书府的方向。渣爹渣男齐聚一堂，我这个女儿奸小姨子哪能坐视不理？横竖云轻雾和那群小鬼还在尚书府大窝呢，那不得给我这位姐夫整点见面礼？看来那王生要倒霉了。王妃，穆夫人那边已经醒了，她想见见王妃你。你治好她的离魂症了？在下玄术虽只有皮毛，但医术自问还是可以的。不错，等赏吧。王妃能赏个红符不？好说好说。当青舞来到穆夫人门口后，10年了，还真是物是人非。穆因多谢王妃救命之恩，穆夫人别客气，举手之劳罢了。听司徒大夫说，王妃能救犬子。令郎生魂离体，要救他，需要找到他的生魂。请王妃赐教，只要能救我儿，我愿付出任何代价。穆夫人，你不必如此，起来吧。要救令郎，关键还得靠夫人自己。你先好好休息。今夜夫人要走很长一段路，这条路不好走，你必须咬牙走下去，我也帮不了你多少。什么路？阴阳路。王玉郎本质上死沉已定，唯有以清源之力绑住他，才能带回还阳。另一边尚书府，尚书大人，请你一定要为下官做主啊！燕王欺人太甚，当街强弩成器，还令人殴打官人。还有王妃，历来也不知受了燕王什么蛊惑，昨儿就是他帮着燕王将下官知府掳走，还给下官扣了个知家不言，纵容家奴以下犯上的罪名。下官人为言轻，还请尚书大人做主，将此事上禀东宫。尚书大人，尚书大人，你的脸。究竟是谁放你进来的？哟，老爷这是在待客啊？下人是怎么伺候的？怎连茶水也没准备？来人啊，还不给王侍郎奉茶？多谢夫人。听说这位新夫人是由借台上来的，难怪不识体统。我和尚书正在议事，他一个妇道人家竟敢闯进来。王侍郎，喝茶啊？王生敷衍地喝了一口，不由得皱眉。这尚书府的茶怎么一股土腥味？王侍郎怎么只喝茶不吃点心？是嫌弃本夫人的手艺不好吗？不肯。老爷，王侍郎不肯吃，不如你替他尝尝。王侍郎，这可是夫人的心意，你要好生享用，不可浪费了。是。哇，尚书夫人好手艺啊！王大人喜欢就好呢。王生埋头继续吃，甚至将告状的事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隐约间，他听到了一声干呕。等王生吃完那一碟碟美味后，还是被赶了出去。他满心委屈地离开了尚书府，心中却是好奇，这尚书府的下人怎么走路脚后跟不挨地呢？他被鬼遮了眼，将一盘美味的虫子都吃个精光，但他却毫不知情。事后再回去的路上，突然叫停了马车，趴在路边大吐特吐，吐出了一地的虫子，最后直接吐血。王侍郎既然吃饱了，那剩下的就由父亲你解决吧。
只见那所谓的美味，竟是一盘活生少鱼的爬虫。云后行惊恐的后退。我不吃，不要，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别急，慢慢吃。那位大人说了，吃了这一顿，还有下一顿。您这么会谈，不怕撑死，那就多吃一点。这消息很快就传到燕王府，这些人听得啧啧称奇。还是王妃会收拾人啊！一顿毒虫大餐，吃的渣男肠穿肚烂，妙大妙！云后行如何了？顿顿好吃好喝呢。盯梢的人回来说，那条老狗2个时辰吃顿饭，3个时辰挨顿毒打。他向东宫递过去的消息我们也看了，但东宫一直装死，大概是在隔岸观火。不过那老狗在心中也不敢提什么，只是一个劲的求见。王爷，当年指使云后行构陷镇国侯府的，会是如今的东宫吗？若真的他的话，那一切倒还简单了。也是，云后行空有野心，但做事畏首畏尾。这些年调查下来，虽总有线索指向他，便认为痕迹太重。不是我瞧不起现在这位太子，测试凭他的能力，要在10年前一夕之间害死先太子，构陷镇国侯府一家，他还真做不到。如此说来，云后行频频向东宫报信，信里却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此举应该是为了引起他真正主子的注意。王爷这招引蛇出洞也是妙极，就看背后这条蛇什么时候会露头了。说起来，王妃真把云后行贪污的银子都给搬空了，真有40万两。40万两啊！咱们北境军2年的军费都够了吧？王爷娶了王妃，简直就是赢了福星进门啊！云后行怕是每想到都要吐血。你若嫌命长，就可继续打那40万两的主意，别忘了那是他的嫁妆。要不王爷你牺牲下色相，咱们北京是真的穷啊！朝廷一直克扣军费，兄弟们好久没吃过肉了，胡人也被王爷打怕了，想抢他们的牛马也不好抢了。他现在在做什么？王妃见过穆英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出来过。你们来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好奇王妃你要怎么帮穆夫人吗？哎呀，这花灯扎的可真好看，就是瞅着怪眼熟。眼熟就对了，之前这院子里不就挂了一盏这样的吗？这花灯有何用？固魂灯，阴阳路上用。王妃你要带穆夫人去走阴寻魂？表姐，这次我定会护你们周全。你来的正好，太阳落山后，我会带穆夫人走阴寻魂。今夜王府上可能会来点不速之客。说完，轻舞就给司徒静掀了一张符。你守在王玉郎身边，不速之客来了，将这符交给对方。别打开。但轻舞说晚了，司徒静看后顿时感觉头晕脑胀，魂魄离体的感觉。他赶紧闭眼定神，默念固魂咒。王妃这符上写的什么？活人多看花儿能直接投胎的好东西。突然觉得肩膀好重，那不速之客是什么来头啊？做什么？你别动，让我仔细瞧瞧。王爷接的面相有何不对吗？面相上来看，你家王爷今天会有一场机缘，如果把握住了，能天降横财。难不成是咱家王爷今夜服软，准备给王妃您侍寝了？您心情一好，就赏他个几十万两随便花。睡一晚就要几十万两，你家王爷的肉是金子做的吗？胡言乱语，舌头不要就自己剪了。王妃放心，本王还不至于为区区黄白之物自甘堕落。有骨气，那这机缘你别要，让你手底下的兵喝西北风去。王妃，你之前对咱王爷可不是这态度啊！臭男人就是不能惯着。哼，谁还没点脾气？萧晨燕并未说话，拿起花灯和笔画了鸢尾花。老套，那么多年了，哄人还是只会老招数。等萧晨燕画好后，轻舞就拿回花灯。丑话说前头，机缘能不能把握住看你自己。要真是来彩了，我要分3分。分你5成。王爷大气，实乃真男人。司徒静听自家王爷说后，一脸肉疼。王爷，你别那么男人啊！那今夜走阴，萧晨燕，你与我一起吧。王妃，你说的机缘横财，该不会是在阴阳路上吧？这不是死人财。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王妃，你真能带他们去阴阳路？带活人走阴，这怎么可能？阴阳路死气弥漫，活人进去还不成为孤魂野鬼的盘中餐，不被夺舍也要被吸干阳气。你觉得不可能，说明你活的时间还太短了，孩子。说完就单手结出法印，淬炼阴阳路，看。我们走吧。好。果然是我太年轻，这回真是活久见了。当他们到了阴阳路后，顿时有很多双眼睛窥探着他们。只见轻舞一声大喝：“滚！”雾中的东西顿时大叫起来，然后四散逃走。而木英周围的阴气也少了很多，不免松了口气。
我将你的阳火都封入了魂灯之中，它会指引你找到你儿子。不管再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回头。记住，灯莫离手。一旦灯灭，不管找没找到王玉郎，我都会带你立刻离开。我知道了。随后，木英跟着魂灯的牵引，下意识跟着走，但阴阳路并没有那么好走，双脚像是陷在泥沼黄沙中，无法借力，每走一步都要耗尽极大力气。而青武和萧晨燕一直跟在后面，并没有上前帮忙。阿武，他好亮啊！什么好亮？他……怎么了吗？你怕是不知道，在这条阴阳路上，你的存在有多亮眼。之前就知道他命格贵重，但被阴煞之气遮挡了，看不到底贵到什么地步。这一身功德金光还有亡命龙气，偏生的帝王命格，难怪阿武你敢让他直接来走阴阳路了。而这些话隐约被萧晨燕听到了，却听不见具体内容，但他确定这些是从青武身上发出来的。这就是人死之后的世界吗？黄泉路？这里还算不上黄泉路，只是人间与阴间的夹缝。黄泉路长108000里，无数游魂野鬼游荡在其间，须得有鬼差鬼魂才能走完，再渡黄泉，方能至阴司。而在阴阳路上游走的，或是枉死之魂，或是冤死之鬼，他们对人间执念未消，会一直游荡在此处，寻找一个重回人间的机会。萧晨燕听后，突然很是激动地握住青武的手。若我要寻一人的魂魄，是否也能在此处找到？找不到，我知你想找谁，但他们的魂魄不在这条路上。萧晨燕想找的，怕是仙太子和仙太子妃，但不幸的是，不止我的父母兄长魂魄失踪，萧晨燕父母的魂魄同样如此。唉，萧晨燕，我是来帮你的，你愿意信我吗？这话问的萧晨燕又陌生又熟悉，信任吗？就在这时，木英一声惊呼打断了他们。听到了，是玉郎的声音，我听到玉郎在叫我，前面就在前面。玉郎的声音在飘远，他让我救他。突然，一条锁链从前方大雾里射向木英，萧晨燕一把抓住抽来的锁链，长剑一斩，锁链就断了。大胆凡人，竟敢斩断勾魂锁！而此时，一旁的青武满脸震惊，看着萧晨燕。我真没想到，萧晨燕的剑竟能斩断勾魂锁。娘，救救我们！是玉郎，那是我家玉郎。好了，原来是寻魂来的。御风的凡人可真是好大的胆子，敢坏了拆野我的法器。你们3个来都来了，干脆也别走了。王玉郎的魂怎会在这小喽啰手里？你用萧晨燕的阳气骗过了生死簿，王玉郎的魂魄又是被困住藏起来的。只有在木英找到王玉郎生魂的时候，生死簿才会反应过来。鬼差临门，也只会到王玉郎的肉身旁守着，等着拘魂。这鬼差倒是怪了，他怎么知道王玉郎的生魂在哪儿的？你瞎吗？没看到这杂碎居的2人都是生魂，阴典有序，生魂不可拘，唯都罢黜阴职，投入火山地狱。而且谁说这杂碎是鬼差了？我倒是不知，从何时起，一只苍蝇也能当阴司鬼差了？大胆凡人还敢猖狂！你找死！我乃鬼差，你们敢对我动手，是想下18层地狱吗？死到临头还在嘴硬，你说你是鬼差？地府76司，唯有妖冥司掌管走兽，名帅黄蜂手下的虫蚁，可从来没有臭苍蝇。苍蝇听后大惊，没想到一个凡人会对地府的事这么清楚。下一刻，那勾魂锁就到了青武手里，顿时变得乖顺无比，甚至还害怕地颤抖了起来。废物，居然能被一只臭苍蝇驱策！说完，青武手上的勾魂锁粉碎。你到底是谁？你也配问我是谁？呵，谁给你的胆子敢假冒鬼差的？擅居生魂，又是想做什么？看来你还是不老实，你来。我说有神招，说吧。小人是替屈皇大人办事的，京都这一片的走兽妖灵都归他管，这些生魂也是抓来孝敬给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鬼差，他可是黄蜂名帅的亲戚呢。黄蜂的亲戚，黄大虫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个亲戚，怕是要气得把尾后针都给拔了。如此说来，石英山上死的那些孩子，也都是你们的手笔了。那些孩子的生魂呢？自然是吃了。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这人并非小孩，他的又是怎么回事？这小子倒霉，他的魄在阴阳路上游荡，我顺手拘了罢了。这位大人，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得罪了屈皇大人，仔细你家宅永无安宁。又逞又蠢的东西，我算是知道黄大虫为什么那么讨厌苍蝇了。阿武，这件事不简单，那曲皇很有可能与杨氏之人联手，在残害人命，在阳间用小孩子血肉养出一群山魈，而小孩子的生魂他们也不放过，这乱的是阴阳2界的秩序。
我岂能不明白？这一趟也不算白来，找到王玉郎的生魂，还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个阴司蛀虫，与屈皇勾结的人，或许就是将鬼镜赠给罗氏的人，都是对小孩子下手，显然不是巧合。时辰不早了，先将王玉郎的生魂带回。说完走过去，将一根红线系在王玉郎的手腕上。是漂亮姐姐帮娘亲来救我的吗？谢谢姐姐。姐姐，我们是不是见过啊？你给我的感觉和娘亲好像哦。叫错了，要叫姨母哦。后方的音听后一霎失神，萧晨燕眼中也有异色一闪而过。漂亮姨母，我们可以带哥哥一起回去吗？青母这才注意到了一旁的少年，是一位大概16、17的少年，不过他不是生魂，而是魄。人体内有3魂7魄，魂没了，基本上命也要没了，但魄丢了的话，表面就如同痴傻。而这少年瞧着很是眼熟，那模样像极了萧晨燕，看来这个就是他的大机缘了。萧晨燕，你的大机缘来了。他是谁？你没认出来吗？我还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呢。他和你长得可是挺像的。萧晨燕微微一怔，认真地打量起眼前的少年，终于记起这是谢家郎，是他的小表弟。而在燕王府，司徒静谨遵吩咐，一直守在王玉郎的身边。鬼姑奶奶说的不速之客，怕不是个鬼客。于是拿出一个小瓶子，将里面的牛眼泪抹在眼皮上。只见下一秒就看见司徒静立刻大叫起来，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张符来，扔向对方脑门，然后扭头就跑。鬼来了，鬼来了！王妃呀，萧晨燕，你到底干嘛了？我没干嘛呀，我刚刚差点给吓死，一个鬼对我脸上，我就把王妃你给我的符贴他脑门上了。什么？你以貌嘛？那张符是阿武写的阴司官文，有他的阴官之气。阿武料想今夜会有鬼差来勾王玉郎的魂，这才给了司徒静这张符，让他把鬼劝退，但没让他直接贴鬼脑门上啊。普通鬼差挨了他的阴官文书，还不得魂飞魄散。阿武，我有种不妙的预感，这勾魂锁有点眼熟。你别预感，你的预感向来好的不灵坏的灵。我说鬼姑奶奶，你要是再不收走你的阴官文书，我可真闹了。王妃，现在该怎么办？我进去看看，没事儿，是个属鬼。有事叫我。我知道你闲，但你到底是有多闲？连鬼差勾魂的事儿你都要插一脚。要不是这么闲，怎会发现有鬼在生死簿上动手脚，想帮人还阳呢？所以呢，你准备告发我？你这死鬼，偷溜到人间来乱不带我，还让人拿符贴我，我这鬼心啊，拔凉拔凉的。少扯犊子，管好你的嘴，少管我的闲事。那我不管，那可是别外的价钱。青武听后眯眼盯着他，随后就笑了。夜游神一变，扭头就跑，但勾魂锁将他捆住。砰的一声，夜游摔了一跤。青武走过去狠狠地踢他，疼疼疼！哎呀，那是亲骂是爱，小死鬼你是多爱哥多啊！才一见着我就迫不及待的动手。你还舒服上了？那要不我再给你送点温暖？顿时青武手上就出现了一盏幽冥灯。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阿武，你这是干嘛？有什么不能好好说？放下你的幽冥灯，咱们还是好朋友。那我倒是要问问好朋友你了。夜游神之责，巡查人间善恶，有杨氏之人与阴司之鬼勾结，擅杀孩童，掠夺生魂，豢养山精野怪。你这夜游神却一无所察，是闲饭吃多了，忘了职责，还是跟着那些阴司蛀虫沆瀣一气？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此话当真？你就装吧，若与你无关，怎那么巧？我今夜刚将小孩的生魂救回来，你就来了。我用我鬼命发誓，若我真有参与，必被打入无间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让你起来了吗？跪着。阳世与阴间本该泾渭分明，现在阴阳混乱，你这夜游神倒是游手好闲的很。这桩事你若查不明白，那你这夜游神也别当了，趁早滚去粪坑地狱挑粪得了，还给阴司省点俸禄。你，阿武好凶凶，我这就去查。在我眼皮底下拐卖生魂，我弄不死他。不过阿武，你跑来人间就是为查这事儿？我刚刚可是听人管你叫王妃。你确定要管我的闲事？不敢，我白天再来找你。这倒霉鬼来了，怕是以后没个消停了。的确是晦气，不过这晦气也是可以转移的嘛。之前来那位走了。我先助王玉郎还阳。阳寿未绝，生魂归位。轻舞弄好后，司徒静赶紧过去把脉。火了，接下来好好休养，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醒过来。沐英听后赶紧过去想跪谢轻舞，轻舞立刻扶住他。穆夫人今夜走阴，也好好休养下吧，后面还要照顾孩子呢。让人去煮点柚子叶水，把王府内外都洒洒，去晦气，尤其是你，最好多泡。我妈，保重。
为什么呀？叶游那家伙最记仇了，这半吊子庸医敢用阴官文书贴他脑门，铁定是要倒霉上一阵了。司徒静抹了牛眼泪，效果还在。他看到了萧晨燕身后的谢小狼。王爷，你身后的人是？还能是什么？你家王爷捡回来的财神爷呗。这财神爷瞧着和王爷长得还怪像的，该不会是……下一秒，萧晨燕杀意显现，让司徒静闭了嘴。随后，青武拿了一张符，将谢家小狼的魄收入其中。困了，这财神爷，你自个儿先供着吧，我要回去睡觉了。好。突然，青武身休往后倒去，青武一屁股坐在地上，摔猛了。萧晨燕见此，抱起青武，放在榻上。摔着何处啊？哎呀，我的腰扭了，肯定扭了，得来个人给我捏捏才行。萧晨燕将他的表演尽收眼底，莫名想笑。躺好。对，你轻点。这声音让萧晨燕心头一闷，那种不受控的蠢蠢欲动呼之欲出。随后手又加重了几分力道。萧晨燕，你吃错药了。老实点。你堂堂燕王居然愿意纡尊降贵来给我按腰？你不是让我信任你吗？是哦，之前这问题萧晨燕还没给答案呢。所以呢，王妃有大才，本王自然愿意礼贤下士。青武听后像是奸计得逞的咯咯笑。萧晨燕看着如此得意青武，故意又用了些力捏住他的腰。好呀，萧晨燕，你故意的。本王第一次伺候人，王妃多担待些。手法这么差，还礼贤下士呢？是都要被你给捏死。所以你现在是决定信任我了？信你一次又何妨？哪怕与鬼为伍，将入地狱也不怕吗？我本就身处地狱，何惧地狱？那今夜不如留下，我帮你。萧晨燕，你故意的。虽信了你，但该防还是得防。本王恐距离王妃太近，有损阳气。说完就起身走了。迟早把你的阳气全给吸了。阳气有啥好吃的？还是他身上的煞气带劲儿。下次你摸他摸久点，我刚刚都没蹭上。有口渣渣给你吃就不错了，你还想吃饱睡觉了？让小厨房煮点好刻画的小米粥来，再把司徒静叫来看诊。奴婢这就去。不过司徒先生今日随王爷出门了，还没回来。王妃，令郎醒了。是的，红蕊姑娘，孩子有些肚饿，能否劳烦你们煮些米粥来？穆夫人客气了，王妃刚刚就吩咐了。谢谢王妃。不用，我进去瞧瞧孩子。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青武进去后，就看见小孩躺在榻上，满眼好奇。挺好的，再歇上几日，养养阳气，就生龙活虎了。谢谢漂亮姨母。怎么不叫漂亮姐姐了？叫姨母好像更亲近些。我做了好长好活的梦哦，梦里也有个漂亮姨母打跑了妖怪，还救了我。随后，青武拿出判官笔，在小孩子的眉心点了个美人痣。从今以后，否极泰来，一点符运入魂魄，邪祟见之避让。这算是小姨母送你的见面礼。再睡会儿吧，等你能下床了，漂亮姨母带你放风筝去。好，穆夫人陪我去院子里坐坐。小孩眉间点朱砂，有驱邪避凶的作用。这孩子的生魂在阴阳路上走过，以后怕是很容易见鬼物。有那点朱砂在，能护着他。多谢王妃，客气了。以后的事，穆夫人有何打算？我要和王生和离。和离好，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王妃支持我，自然。那种杂碎男人，和离都是轻的，就该修复，让他下堂，再打碎他的骨头。沐英点头。只和离的确是憋屈，若换做过去，我定要休了王生，再把对方打成狗。只是现在我已成废，这双手早就提不起功了。我听闻穆姐姐也是将门虎女，出嫁前弯弓射马不在话下，怎会？我与王生刚成亲那些年，他待我也是极好的，或者说是他伪装的够好吧。直至我娘家逝世，再无亲族可依，他就暴露了真面目。我的食水中都被下了药，身子渐废，神志也难以清醒。等到周氏进门，日子便越发难熬。这些年我虽是疯的，但他们做的那些事，我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本以为玉郎是王生的儿子，虎毒不食子，可他知晓周氏让人将玉郎丢去石英山后，不但不派人去找，还帮着周氏掩盖罪证。他和周氏以为我是疯的，说话时并未避开我。我那时的确是疯的，但他们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青武听后寒气闪过，看来之前在尚书府请王生吃的那一顿长川肚烂餐还是轻了。渣男贱女就该一起搞死。王妃，我想先回一趟侍郎府，有件很重要的东西，或能助我与王生成功和离，但是恐怕得向王妃借点人手。这有何难？
突然一缕微风入院。隐隐节且等我一会儿，我先见个客人，晚点你再回侍郎府也不迟。这里是鸢尾院。耶，莫夫人以前也来过王府吗？早年跟着府上的小表妹来过。是千武小郡主吧？是，玉俏姑娘知道她。当然，不止我，还有红蕊姐姐和百岁呢。当年就是小郡主和王爷把我们从人牙子手里救出来的。原来是你们。莫夫人放心，咱们王妃的特别，你昨儿应该也见过了。别的我不敢说，但她和云后行绝对不是一路人。等以后莫夫人你细细了解就知道了。这么快就重新有了灵韵，看来萧晨燕替你点的那根烛帮助不小啊。谢谢阴官姐姐救命，我是来报恩的。怎么报恩？说说看。够了够了，再等我这屋子就堆不下了。我知道这些谢礼太薄，对不起哦姐姐，我的力量恢复的还不够，等我再恢复好一些，给姐姐你送更好的。对了，这个是给哥哥的，这只餐精阳气极足，给哥哥补阳驱杀正好。还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小可爱，不过这只人参的确对萧晨燕有大益处，那我先替他收了。你的名字也是该换换，石英两字是枷锁，晚些我替你去求个名。谢谢姐姐。哦，对了，还有个东西要交给姐姐，王爷哥哥的手下把那些山魈都杀了七七八八，剩下有一两只跑了，我想以后他们也不敢再回来。这些山魈的精魄我都塞进这珠子里了，但是不知该怎么处置，还是交给姐姐吧。你这珠子送的赶巧了，我的确知道个好去处，很适合安置这些家伙。姐姐，那我先走了，下次我再来看你和哥哥哦。去吧。阿武啊，那根餐巾能不能让我咬一口啊？就一口。不行，你老实待着，敢逃跑我就把你炖了。女人的嘴，骗身的鬼，我不跑你就不炖了吗？妈，王妃，这些是哪儿来的？客人送的，一个知恩图报的小家伙，便是他保住了小玉郎的肉身，让他美于丧生山魈之口。以后穆夫人可以带小玉郎再去他的庙宇拜拜，添点香油，也算全了这缘分。是那位山灵吗？他可还在？我应该当面叩谢才对。已经走了，没事，以后有机会的。对了，穆夫人要回侍郎府，可以带上这东西。这是那个周氏不是说，因为小玉郎占着位，才害得他生不出孩子吗？他那么想当娘，我自然要成全他。等那周氏靠近时，你只需将这魂珠捏碎，我保证那周氏心想事成。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当萧晨燕回府后，就听说了山林报恩的事，本欲去书房，不料远处传来声响。萧晨燕，快抓住他！别卡！我让你跑！千年人参，不，怕是不止，这人参已经成精了吧？轻舞抬眸，就看见一张猪头脸，他被吓了一跳。萧晨燕，你出门打猎了啊？哪来的猪精？什么猪精？是我呀！我这张如花似玉的脸啊！我昨晚明明用柚子叶水泡了2个时辰，还念了一晚上驱邪咒，为什么今天走在路上都能从天而降一个马蜂窝，把我蛰成这样？王妃，我听说山灵来报恩了，这是他送的宝贝，怎么弄成这样？轻舞拿过帕子擦了擦，不但没擦干净，还越擦越脏。萧晨燕见此，拉住轻舞，将他往院中带，又吩咐下人去打水。一会儿再洗，我先把这家伙给种上。本想他种院子里的，但这餐巾太不听话，我准备给盆下个禁制。大院子不肯住，你就给我住小黑屋吧。等种好后，轻舞把花盆往萧晨燕手里一塞，给你了，这是小山灵送你的谢礼，以后每天捡一根须须下来煮水喝，能缓解你的寒症。多谢。谢我干嘛？又不是我送你的。随后轻舞就去了换洗。司徒静，闭上你的嘴。王爷，这可是个大宝贝，属下精通药理，最会伺候草药了，不如交给属下。放到本王书房，退下吧，本王自己带回去。王爷你好反复无常啊！等轻舞换好后，萧晨燕已经在等他一起用膳。先用膳吧，可算吃了顿人饭了。早就想说了，你府上能不能换个厨子？食物能饱腹便可，军中大厨用来也更放心。这叫什么事？我记得当年的萧晨燕嘴巴比自己还刁，那叫一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完饭你就走吧，我还要吃会儿，晚点去你书房找你谈点事儿。王妃慢用。随后拿起那盆人参就离开了。等出了鸢尾院，她嫁过来后，府上没有给她置办新衣，这属下也不知，一般来说也不会缺。晚些让红蕊去一趟金缕阁，另外以后鸢尾院的膳食重新安排。是，
还站着干嘛？萧晨燕都走了，没人在旁边挡胃口，你坐下一起吃。王妃，其实并非王爷不体贴，只是北京日子苦寒，这些年朝堂一直克扣军费，王爷一直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这才不愿在吃食上多浪费。现在是在王府，又不是在北境。哼，美食当前，他就是不懂享受。王妃误会王爷了，王爷他在几年前被人投毒，王爷险死还生，那之后味觉就出了问题，哪怕是琼脂甘露入口也是苦涩难忍。哎呀，是谁开始长良心了？是阿五坏鬼呀！王妃，今儿吃错药了，这么懂礼貌。云清雾找我何事？你忙完了呀？找你给小山林重新取个名。仅此。本恒，你赶紧想想，现在就写了给我。恒禄这两字何意？山林之木，横路守之。横路二字既是官名，也有守护之意。这萧晨燕莫不是知道这字名意味着什么，才给山林取了这么个名字？不过小山林好福气啊！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你觉得此名不妥？不是，就是觉得缘分妙不可言，没准冥冥中注定你要和小山林结下一段缘分呢。随后轻舞拿起宣纸，别成一只纸鹤，横路为民，庇护生灵，去吧。突然萧晨燕又听到了一声谢谢哥哥。刚刚那是小山林在跟你道谢，谢谢你给他封正。封正不是赐名吗？都一样嘛，你为横路山林赐名，恰恰好赐的还是守护一方的官名。从此之后，他便有了人间护道一直在身。对山林来说，这可是大机缘。若他真能庇佑一方，来日没准能成一方正神呢。恭喜王爷，这回可是接了个善缘哦，开不开心，兴不兴奋？对，夸我说王妃你真棒。王妃很不错。就这，你自小也是跟着大儒读书的，夸人都不会。先欠着，口说无凭，立个字据吧。除了欠我的夸奖，还有你发的横财，说好要分我一半的，臭毛病倒是不少。你白天出门是去谢家了，看样子不顺利啊？难道那谢家小郎的祸还在你身上揣着？以前谢家和萧晨燕的关系不是极亲近的吗？现在看来，今儿是吃了闭门羹。王爷，穆夫人回来了，有事求见。这么快？穆夫人回来的这么快，回去可还顺利？很顺利。穆夫人找本王有事。随后穆英从袖中取出一卷名册递给了萧晨燕，萧晨燕接过后打开看了下，原来这是一本记录着人口拐卖的名册。之前我神志不清，王生和周氏说话时从不避着我，每每我清醒时回忆他们的谈话，发现他们竟干着拐卖孩童之事。这些年我清醒时便会将他们的谈话记下。按王生和周氏所言，他们只负责将拐来的孩子送去石英山，那里似乎是他们的一个据点，而负责拐孩子的却是另一方人，是尚书府罗氏。这下线索都串起来了，加上穆夫人送来的这账本，拐杀孩童这条线算是明朗了。之后穆英讲了此次回去提出了和离，王生自然不愿意，还想将人强行留下，但架不住有绿鞘和黑甲卫护着。等穆英走后，尚书府背后的人肯定和那两个妖道有关，他们的来历还没查出来吗？查出来了，出云观。出云观又是什么地方？城外出云山上的一处道观，香火鼎盛，京中有不少显贵客都喜欢去那里上香祈福。顺藤摸瓜总能找出个所以然来吧。说完轻舞就想回去，却被萧晨燕叫住。字据不要了。要，明日陪我出去一趟，回来便给你。你还和我提条件，男人你得寸进尺呀。谢王妃夸奖。很好，你又得罪我了，萧晨燕。回去后，绿鞘滔滔不绝地讲着去侍郎府是怎么大耳刮子抽那对渣男贱女的。那王生估计也不是坏事干多了遭报应。我们回去时，他府上正请了大夫，据说他是吃了脏东西，又吐又拉都见血了。那个周氏见到穆夫人时，可趾高气扬了。结果穆夫人几个大耳刮子下去后，他就懵了，他还想还手，结果穆夫人又是几巴掌下去，打得他嗷哭，以至于让轻舞听得津津有味，一不留神大半夜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轻舞日上三竿才起，他迷迷糊糊的任由两个丫头梳妆。王妃真的好美啊！轻舞疑惑，不就那样吗？我本来面貌更美好不好？随即又发现不对劲，这身行头哪来的？一大早王爷让人送来的，都是金缕阁出的新品呢。哼，还算他有点良心，勉勉强强就原谅他一个小指头那么多吧。府外，萧晨燕坐在马车上，闭目养神。突然入眼一道风景，让他的眸色有一瞬迟滞。王爷，我今日美吗？尚可。不会夸人你就吃2斤哑巴药。萧晨燕挪开视线，唇角却翘了几分。
还真是越来越不装了。不过似乎自从嫁进来后更美了。到了吗？突然青武抬眸就看见前方穿着官服的男子，眼里闪过惊艳。他可真好看。青武声音不小，对面的男子自然也听到了，情绪里流露出冷淡疏离。萧晨燕顿时面色冷漠，皱了下眉。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讲规矩？哟呵，看来又是一个因为云后行看你不爽的男人啊。那你可就说错了，这人吧，打小就这样，对谁都冷冷淡淡的。好久不见，是挺久的。这谢小公爷的派头比他家国公还大。亏得坊间还说他是什么芝兰玉树谪仙人，明明就是个眼盲心瞎。人已不在，王妃还没看够不成？没看够，是真好看啊！啧，谢子言真是越来越好看了，比小时候更好看。萧晨燕见此，整个人阴沉着脸直接走了，而青武像是没察觉般，一路走一路还在感慨，不时问身后的绿鞘：谢小公爷成亲了吗？没成亲那定亲了吗？他现在在朝任什么官？饶是绿鞘这等欢脱性子，这会儿都汗流浃背。而前方带路的国公府总管听着燕王妃当着燕王的面打听自家小公爷的事，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燕王妃是怎么回事？这是给燕王添堵，还是给自家小公爷招事儿呢？好歹是尚书府嫡女，怎是这么个德行？大哥疯了不成？竟让燕王那不孝不悌的家伙进门来！那萧晨燕哪来的脸上门的？拦着我作甚？别人怕他这个燕王，我可不怕。二爷，你别闹了，燕王都已经上门了。昨儿国公爷不在，你自作主张将他拒之门外，以示不妥。滚开！萧晨燕，这颠公是谁啊？哪来的刁妇来我国公府放肆？把他给我插住！命令一下，百岁第一个窜出去。你们敢？这里可是国公府，呼燕呢？你们都是死的吗？青武大不过去，抬手就是个大耳刮子。你敢打我？打你就打你了，我是堂堂燕王妃，你个颠公算什么破烂货？敢对我张口犬吠！燕王殿下，燕王妃她怎么能？她是本王的王妃，出手打一条疯狗，打就打了，有何不可？萧晨燕，我是疯狗，你是什么？我可是你二舅。萧晨燕信步走来，神色幽沉，顿时让谢二爷因酒气上头的脑子冷静了下来。这里是国公府，燕王要耍威风也看看地方。谢家好歹是你母妃的娘家，你杀父杀母还不够，还想来自己母妃娘家逞凶吗？什么杀父杀母？传言先太子不是自焚吗？若如你所言，本王是个杀父杀母的恶徒，既是恶徒，杀了你这个舅舅也很合理吧？随后长剑就横在他颈侧，吓得他扑通跪下出声：住手！刘宪，我流血了，大哥救我！他要杀了我，他真的要杀了我！这王八就是命硬，我只豁个口还能活蹦乱跳。王爷，你呀，老这么心慈手软可不行。你瞧他这精神头，我建议你再捅2刀，左胸来1刀，右胸再1刀，避免他心脏位置和常人长得不一样。2刀下去，他妥妥安分守己。等定国公回过神，他神色复杂的看了眼青武，随后目光就落在谢二爷身上。你这孽障又服了武旦散不成？大哥，不是武旦散，是从楚云观买的灵药。哪门子灵药吃了能让人发癫？还是说生来就是个癫的？那没救了，直接宰了吧，省得放出去丢人现眼。将二爷拖下去，丢进冰窟，让他好好醒醒神。你随我来。冰窟在哪儿？总管听后头皮发麻，愣是不敢答。本王妃刚被疯狗吓着了，肝火郁结，需要吃点降火的，你去取点冰酪来。总管僵着脸，刚想准备应下，青武就指着他：就你，现在就去。于是总管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周围的护院想拦青武，结果来了一个蓝衣侍卫。跪下，国公爷恐怠慢了王妃，府上有一处阙楼，风景不错，王妃可在那里赏解歇脚。赏鸟啊，我火气重，想去冰窟赏。这是说什么都不肯放过谢二爷啊？放心，我只是玩玩而已，就算不给定国公面子，我也要给我家王爷面子嘛。说完转身就走，走之前道：再有拦路的，一律往死里揍。此话一出，百岁等人都目露兴奋。昨日受了一肚子气，王爷碍于王爷和国公府的关系，只能忍受。今天国公露面保下谢二爷，便是王爷也不好不卖这个大舅舅的面子。但王妃不同啊。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王妃，我下手多，一会儿让我来。好啊，一会儿你去割了那边公的舌头。这么狠的吗？这位燕王妃是真的不把定国公府放眼里啊？不是，她才是真的颠吧？阿燕，你真的不管你这位王妃？管不了。这段时日我听闻，你先是陪她闺女大闹了尚书府，又因为她插足了户部侍郎家的家事，还将王生之妻留在了府上。
大舅可能以为你与他只是逢场作戏，的确是做戏，但却不是假的。至少在料理云后行这件事上，他比我更为热衷。你成亲那句嫁进去的那口棺材里躺着，究竟是他还是谁，并不重要。你心里有成算便好。现在东宫的眼线时刻盯着国公府和燕王府，你那王妃今日闹上一场也好，你二舅舅这些年也是越发荒唐，是该吃些苦头。大舅舅放心，若要杀他，10年前我离京时便杀了。谢家过于兴旺，有一个蠢货拖后腿，反而能让某些人安心一些。对于这个二弟，我早已失望透顶，只是即便是废子，有时候也有用处。昨日你突然上门，我料想是有重要的事，但东宫盯得太紧，也只好闭门不见。可是出了什么急事？谢灵可还好？有件事你祸害不止。谢灵9岁那年落水后发了一场高热，险些丢了命。后面人虽然救回来了，但一直吃傻，身子骨也不太好。前段时间你舅母带他去道观里上香，回来的路上便有发现高热。现在人虽显赫，却是连话都不会说了。只是这好端端的，你怎会提起灵儿？随后萧晨燕简单说了下替木英寻子之事。灵儿是丢了魄，阿燕你当真将她的魄带回来了？不过要让谢灵表弟的魄归其物，还得一人出手。是你身边那位司徒先生吗？我听说他是玄门。是王妃。谁？诚如我先前所言，我是管不了他一点的，所以要让帮谢灵，还得让他顺了心头那口恶气才行。所以刚刚我出去早了，就该让你直接把谢贤的狗头砍了。谢贤对你口出不逊，也是因你而起，你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你先请人请来帮你小表弟，之后我亲自把谢贤绑来让他出气。真的管不吗？一点都不行。不刚不正。有件事我很好奇，里头那边宫为什么说萧晨燕杀母杀父？王妃，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当年东宫大火与王爷无关的。唉，当年先太子被污蔑谋反，圈禁在旧地，也就是如今的燕王府。当时王爷并未被圈禁，事发当夜，王爷偷偷去了东宫，想探望先太子和先太子妃，紧跟着东宫就起火了，东宫上下无人生还，只有王爷一人安然无恙。偏偏当夜谢贤吃了5弹散发癫，也跑去了旧邸附近。事后这家伙醒了，却说亲眼目睹了王爷放火，仅凭他一人之言自然不足为证。大理寺过来调查，东宫起火不似人为放火，更像是自焚。王爷虽被洗刷嫌疑，但还是因此事彻底怒了圣上。那之后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自此，萧晨燕被夺皇太孙的身份，老皇帝给了他一个王位，赐了个侮辱般的燕字为王号，将年仅17岁的他放逐到北境。也是从那日后，萧晨燕命格被改，夺命煞缠身。谢家一堆有脑子的，天就生了他这么个智障。这些年他私下没少散布对王爷不利的谣言，若非查出来，他的确与当年那场大火无关。加上他是先太子妃的亲弟弟，王爷早宰了他了。萧晨燕，你个不得好死的畜生，杀母弑父的坏种，还有你那王妃，你们这对贼公贼婆，我诅咒你们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萧晨燕，萧燕，你这辈子都只会如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惹人生厌。他们，我让他瞧瞧什么是真正的地狱。100岁你行不行啊？塞不进去你不知道找根棍给二舅舅捅捅吗？你瞧瞧你那速度，二舅嘴里的冰都化了，你还没把他嘴塞满，照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把咱二舅的喉舌给洗干净了？不如直接把他舌头割了，用冰给他洗舌头，浪费冰啊！粗鲁，实在粗鲁。突然有一道奇怪的声音，若有似无的飘入他耳。这不是请神咒吗？定国公府里有人跳大神。也该去走走了，你们继续，务必替二舅舅多漱话口，老这么出口成脏的，多丢国公府的脸啊！是。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外面等候的总管看到青武出来，本以为青武闹够了，哪曾想他还让人继续，老脸顿时皱成苦瓜。王妃，要不让他们歇歇吧？再这样下去，冰窖就毁了啊！这总管也是个妙人啊，搞半天他一直在盯着，并不是担心谢二爷，是担心自家冰窖。总管放心，燕王有钱，若是毁了，找他赔便是。对了，那边过去是哪啊？那是凌小少爷的院子。谢伦，萧晨燕那个倒霉蛋小表弟。青武抬脚就往那边去，派人去将你家国公爷叫来，再晚点就要给你家小少爷办席了。小少爷这次算是因祸得福了，不但清醒过来了，人也灵光了。这大喜事得赶紧告知国公爷和老夫人才是。娘，我饿了，我想吃肉。好，娘这就让人给你做。多谢白眉道长，你乃定国公府的大恩人，此恩此德，本夫人没齿难忘。这些心意还请道长收下。
国公夫人言重了，这本就是我辈修行之人应做的。至于这些黄白之物，就不用了。白眉说完便要离去。你是谁？何故擅闯我儿的院子？定国公夫人若不想令郎死，就赶紧把这招摇撞骗的骗子给绑了。定国公夫人一愣，夫人，这位是燕王妃。贫道见过燕王妃，不知燕王妃何出此言？是啊，白眉道长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并非骗子。倒是燕王妃不请自来，是否冒昧了些？定国公夫人确定醒来的真是你儿子？滚，让他滚！快让他滚啊！夫人，小少爷的魂魄刚刚归位，正是不稳，见不得脏污。若再受惊吓，怕是又要魂魄离体。燕王妃，还请你离开。你们还愣住做什么？请燕王妃离开。行吧，我走。不过国公夫人可别后悔，这倒霉蛋是萧晨燕的表弟，又不是我的表弟。我该说的也说了，人家亲娘不信，我能怎么着？当鬼的哪来那么多好脾气和好耐心？轻舞走得干脆，倒叫屋内的人一愣，谁料差点与前来的谢叔撞上，抬眸就对上了谢叔那双清润疏离的眼。王妃，罢了，谁让谢叔是我儿时的白月光呢？你偷那神棍引了精怪上了令弟的身，谢小公爷留点心吧。轻舞留下这句话就走了。紫渊，你快来看，灵儿她已经清醒了，刚刚还闹着饿呢。多亏了白眉道长，你可得替母亲好好答谢恩人。那位燕王妃也真是好端端的污蔑道长清白。无妨。谢叔却没应声，他一直观察着床上的谢灵。我好饿，肉，吃肉肉。白眉看着这位谢小公爷进来后就不说话，一直盯着谢灵瞧，担心再留下会露出破绽。夫人，贫道告辞了。白眉道长怕是还不能走。等谢运和萧晨燕赶过来时，安平院已是乱作一团。老爷，你可得想法子救救灵儿，这妖道他竟敢将精怪引来附到灵儿身上，佯装救人，都怪我，是我害了咱们灵儿。父亲，紫渊你怎么受伤了？是附身在灵儿身上的精怪伤的你。无妨，你这妖道还不速速将那精怪从我儿体内驱逐出去？国公爷饶命，小人实在是做不到啊。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那大仙儿上身后不待足10日是不肯走的，若强的送走，反而会损了令郎的身子。王妃呢？对，生媳妇呢。王妃已经走了。说来能拆穿这妖道的真面目，还多亏了王妃提醒。阿燕，我去寻她。我与你一起。王妃在何处？王妃在冰窖那边，小人刚刚已说明了情况，想请王妃去看看小少爷，但是王妃说她现在忙，没空。萧晨燕没听完便走了。刚刚看定国公夫人的神情，就猜到始末，心里对那位舅母多了几分不悦。以自家那个女鬼的性子，既然主动过去了，自然是愿意帮忙的。但显然没人信他的话，以他的脾气，走之前还肯提醒谢叔一句，已是难能可贵。抱歉，母亲她是关心则乱了。道歉的话没必要与我说，被误会的人又不是本王。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我给二舅舅好好洗洗。二爷，谁让你泼他身子泼脑子啊？那一脑子浆糊，不洗干净了，待明儿二舅舅的脑子又给糊住了怎么办？啧，还真是救人哪有折磨二舅舅快乐。阿燕，我错了，你原谅二舅舅吧。之前是我吃药吃坏脑子了，我再也不敢张口乱说了。你快让女王妃放过我吧，我要死了，我真的快死了。小蛇，你快救救二叔我。还真是恶人还需恶人磨。小公爷是来寻我的。多谢王妃之前的提醒，谢某过来是想请教王妃，可有办法能救五弟？小公爷都亲自来了，我自然要给你这面子了。小公爷带路吧。多谢。轻舞直接跟人走了，全程都没给燕王殿下一个眼神，顿时扑面而来的低气压。你的胆子倒是比在战场上还大。而谢二爷见轻舞走了，又开始哆哆嗦嗦的开始嚷嚷：萧晨燕，你到底娶了个什么玩意儿？这里是定国公府，他都敢这么放肆，你快让你手下的人给我松吧，我和你们夫妻俩没完。王妃既说要给谢二爷好好洗干净身上的污垢，你们还愣着做什么？找口井把他丢进去好好洗。而轻舞这边刚进去，定国公夫人就红着眼上前，不断的道歉。没事，定国公夫人，你先让开吧。这个小崽子，你确定送不走？你要真说送不走，我可直接弄死了。你这女娃子到底懂不懂规矩？坏了仙家好事，不怕遭报复吗？你在威胁我？很好，等着。轻舞一把掐住对方的脖子，再浪费，牙给你全掰了。
己滚出来，还是我把你拽出来？这个凶巴巴女人压根不是凡人，她身上的气息好凶，能一口把我吞了的那种凶。青武见他眼露摔球，于是松开了手，下一秒就有一道影子从谢灵身上急射出来。只见青武一抓，就看见是一只红毛的小狐狸。就是这狐狸上了我儿的身，难怪刚刚灵儿醒了，一直闹着要吃肉。原来是这狐狸。皮毛倒是不错，剥了做个手套还是可以的。不要杀胡胡，胡胡只是想吃肉肉，胡胡没想害人。不要杀他，他不是个坏的。王妃，你大人大量，不要和一只小狐狸过不去啊！你让一只狐狸上我孩儿身上，还说不是坏的。夫人息怒，老道我只是想骗点银钱，真没想害小少爷啊！小狐狸他就是贪嘴，他不会害人的。他刚刚倒是没撒谎，那神棍骗钱是真，太害人性命想来是不敢的。只是谢灵的情况是三魂不稳，后又丢失，再被精怪附身，体内三魂动荡，怕是不等这小狐狸借他的身体吃饱饭，命就真要没了。定国公夫人听后脸色一变，后怕不已。还请生媳妇救命。救人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王妃请说，不管什么要求，我都答应。贵府谢二爷打着挺好玩的，我这人没啥爱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喜欢找人撒气。不知大舅舅愿不愿意牺牲下弟弟，满足我这小癖好？此话一出，屋内的人都沉默了，而萧晨燕刚好到来，恰好听到这句话。他提这要求是帮我出气吗？这要求很为难吗？不为难，此事我应了，我家老爷也同意。谢运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点头。把谢贤丢出去挨打这事不存在什么心理负担，就是吧？这种又爽又怪又刺激的感觉咋回事？你来的正好，上次给你的符给我吧。我家小儿的魄就在符内吗？定国公夫人和谢叔很是疑惑，于是谢运解释了几句。多谢，本王并未怎么出力，拜托王妃了。小公爷不用客气。萧晨燕见青武笑得这么甜，心中眉头紧皱。从见到谢叔那一刻，他知道青武对他是不同的。虽然平时他言语肢体的暧昧撩拨，萧晨燕从未真的放在心上过。他清楚每次都是捉弄和报复的成分多一些，但他看谢叔的眼神却是多了几分真心。等青武将谢灵的魄送回体内后，起火，这就好了，是不是也太随便了？就在这时，原本呆滞的眼眸恢复了灵动。娘，灵儿，真的是我的灵儿，是你对吗？爹爹，大哥，醒了就好。我记得你们。灵儿，你在找什么呢？弟弟，月朗弟弟。他已经回自己母亲身边了，你还记得他？姐姐打死了妖怪，救了我，还有哥哥，谢谢。灵儿能说这么多的话，咱们灵儿是大好了呀。谢冷，你可记得自己的魄为何会离体？我看到了黄金，好多黄金，一只脚的猴子们抬着一箱箱的黄金进了道观，他们发现了我，还一直追着我。他说的猴子是指的山魈？应该是。他说的道观是什么地方？你们之前去过哪儿？出云观，我之前带灵儿去出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他就是回城的路上出事的。看来是谢灵撞破了一些东西，被盯上了。那鬼物何不冲着我来，偏要对我孩下手？灵儿她知道什么？只能说定国公夫人你运气好了，山魈那东西睚眦必报，可不会留活口的，除非有人在他们下手前将他们引走了。夫人有个好儿子。说到这份上，众人岂有不懂的道理？谢灵的魄是自己离体的，为的就是引走山魈，让与自己一道的母亲安然归家。什么叫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那出云观香火鼎盛，不曾想却藏污纳垢，居然养什么山魈害我儿性命。被害的可不止谢灵一人。今日过来，除了替谢灵归魄外，还有此事相商。咱们去书房。到了书房，萧晨燕先给了他们一份名册，父子俩看完后神色凝重，目光不免投向青武身上。这两家在合谋拐卖孩童，不是卖，而是杀。之后就说了横路山上发现的孩童尸骨。我手下人已清点过，受害孩童足有100余人。简直岂有此理！那云后行和王生如此草菅人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云后行贪黑的那次赃款去向有眉目吗？此话一出，青武瞄了他一眼，又瞄向萧晨燕。有一部分已找到，但绝大部分不知去向。不过现在应该知道去向了。你是说灵帝在出云观看到的那些黄金，云后行敛财送去出云观，他们拐走孩童，杀害饲养精怪，而驱策精怪的也是出云观。这出云观究竟想做什么？这不是一目了然吗？拐走孩童，饲养精怪，无非就是搞一些歪门邪道。至于钱，
你们不会以为只有活人才贪财吧？老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甭管阴间还是阳间，这钱财都是好东西。反正阳间的事你们解决，阴间的事我来办。不过不能白干，得给钱。午膳什么时候用啊？大舅舅管饭不？用膳便不必了，再逗留下去，恐惹人生疑。青武顿时面露失望。我是真嫌弃燕王府那厨子的手艺，我记得谢叔家厨子的手艺就挺好，尤其是做的糕点，完全不比御膳房差。随后青武带着白眉和小狐狸一同走了。离开前，一位侍童拎了一盒点心给了萧晨燕，盒子里面还写了一张字条：绵薄之礼，望君惠存。青武将纸条从男人指缝里抽走，字如其人，谢小公爷这一手字果然和他本人一样好看，还怪细心贴心的呢。你这样瞧着我做什么？你待谢叔倒是颇为不同。谁让谢小公爷长得就讨喜呢？不像有的人成天板腰一张脸，好像我欠他几十万两似的。车内顿时死寂。说起来，你是不是还有东西没给我？说好的字据呢？没写。好你个萧晨燕，还玩赖了。回了王府后，青武拎着食盒，气冲冲地回到鸢尾院吃独食。萧晨燕也冷着一张脸去了书房，而书房外，百岁顶着一口水碗，正在罚站。你们是去定国公府打架了不成？我瞅着王爷那张脸，神色可阴沉得很。也没干啥，就是把谢贤揍了一顿。明明王爷最后也让我把他丢井里啊，结果回来还要罚我。可惜了，今天没跟去，那谢贤又嘴臭了。不过在定国公府毒打那厮，也不像王爷的作风，再怎么他也会卖国公爷一点面子的嘛。你忘了咱府上那位姑奶奶？司徒静恍然大悟，转头就往书房去。进门就见萧晨燕朝火盆里丢了一张纸。王爷烧什么呢？废纸。王爷，现在东西既交给了谢叔，接下来咱们该做什么？坐等风起。京都这池水该乱了，将那盆人参端走。端去哪儿啊？随你。还有这种好事儿？嘿嘿，那卑职就先端下去。王爷放心，卑职一定替你好好养护。说完，赶紧抱起花盆跑了，生怕萧晨燕反悔似的。这可是个大宝贝啊！这成精的人参还真没养过，要是养废了可就白瞎了。要不去问问王妃。王妃，那个神棍和小狐狸该怎么处置啊？先关着，等一晚上再说。他们招摇撞骗，差点害死谢灵。王妃从国公爷手里将他们要来，留他们一命，莫不是他们还有用处？咱家小红就是聪明。王妃，我拿。聪明的不明显。那我这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啊？聪明啊，就是不明显啊。好啊，红姐你也打趣我。哼！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听闻王妃回来了，还没用午膳，所以做了些吃食送来。青武听后眼睛一亮，表姐的厨艺那没得说，我回去当鬼这些年，剥鬼皮的时候都还馋这一口呢。穆夫人来的正好，我是受够了这府上的吃粮了。穆夫人还做了包子啊，这个顶个的圆胖，瞧着就好吃。是以前家中人都喜欢吃面食，就是不知合不合王妃口味。呵。说完就拿起包子开心的享受。给我拿点白糖来。王妃吃这个还要糖？穆夫人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看着王妃的吃法，想起了一个故人。嚯，一不小心露馅了。故人？还有人也喜欢这样吃吗？等青武吃饱后，准备去散步消消食，就见司徒静抱着花盆过来。这盆人参怎么在你手上？王爷给我了呀。给你了？是啊。很好，萧晨燕，非常好。完了，